我一个没修为的废柴，却被当成人类最后的希望。就在刚刚，我意外穿越到某位老祖的闭关室中，可惜这位破镜失败的老祖早已腐烂成白骨。我因为寒意，将他的衣服扒下来披到身上，正想溜之大吉，却忽然听见外面浩浩荡荡的呼喊声：“恭迎圣祖出关，请圣祖带领我人族杀出重围。”糟了，人家老祖破关失败，我还把人家衣服扒了。要是被这些手下人知道，我还不得被当场处死？老祖系统已觉醒，宿主只需扮演老祖抗击魔族，就可获得奖励。第一阶段任务：摧毁魔族的入侵计划。系统就这，修为没有，法宝没有，连个新手大礼包都不给，让我一个凡人去摧毁魔族的入侵计划，你认真的吗？就在江聪思绪杂乱的时候，大门砰的一声崩开，几个衣着华贵的女人恭敬朝着他的方向跪拜。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下插翅难飞了。原来如此，我全都懂了。果然，这些修炼者都是人精，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恭喜圣祖神功大成，不愧是传说中的遮天神功，我等竟然根本无法看出圣祖的修为，而且连容貌都重返青春，果真是神迹啊！众弟子听令，迎接圣祖出关，即刻返回宗门。江聪这才反应过来，是身上衣袍能挡威压，而自己没修为，反倒让他们误以为是神功所致。他内心正盘算着如何逃走，只见场下的长老与弟子纷纷腾空而起，只剩下他一个人呆愣在原地。圣祖为何不走呢？我不会飞，我走个鸡毛啊！我走，完了！为首的长老眉头一皱，忽然抬起右手，似乎在准备什么大招，准备杀掉面前这个冒充老祖的年轻人。圣祖刚刚破境，你们如此大张旗鼓的返回，要让魔族那边完全知晓我们的情报吗？多亏圣祖瞬间反应过来，停在原地提醒我们，才不至于酿成大错。现在所有人听令，我们走路返回宗门。圣祖，可能您不记得我了，您叫我小迪就行。如今有您的力量，想必魔族那群土鸡瓦狗已经不足为惧。本来我们还在担忧怎么迎击，不过现在既然老祖出关，那么您去对付魔族，一切都不成问题了。江聪慌的一批，全程惜字如金，生怕多吐一个字就露馅。回到宗门后，总算找了个由头，摆脱了长老们的贴身跟随。让我去打魔族，我打个屁！趁现在赶紧跑路吧，这个破任务完成不了一点。对了，我现在可是老祖身份，随便去藏宝室拿几件宝物出去转手一卖，后半辈子不就能躺平过潇洒日子了？说干就干，江聪端着老祖的架子，三言两语便让守门弟子打开了藏宝室的大门。身后弟子们的窃窃私语还在耳畔回荡。不愧是遮天神功，真就一点气息都看不出来。如果不是知道这是老祖，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凡人呢。小点声，你这样对老祖可是大不敬，小心他拍手就灭了你。进入藏宝库，江聪装模作样的将2件宝物塞进腰包，随后便直奔圣地后门而去。美好的凡人生活，我来了！就在江聪即将踏出圣地大门的刹那，3道裹挟着恐怖威压的身影骤然从天际坠落，正是圣地的3位高级长老，圣地的支柱级别战力。魔族当前，圣祖为何远离？这是要去哪里？糟了，就知道没这么容易跑路。这些老家伙修为高深，我的这点小动作根本瞒不过他们。一旦冒牌身份暴露，别说怀里的宝物保不住，我这条小命肯定当场交代在这。江聪正慌得六神无主，就见3位长老齐齐抬手，祭出了各自的本命法宝。不是吧？对付我一个没有一点修为的废物，用得着这么大的阵仗吗？我们的职责就是斩杀不敬者。3位长老身上气息翻涌，但是在下一刻却齐齐转身，看向不远处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子。那名弟子目光先是一凝，随后身上爆发出滔天魔气，脸上勾起一抹森然邪笑。没想到圣地有如此高手存在，竟能发现我的踪迹。我等也未曾想到，一个普通弟子竟然是魔族潜伏的天境9重高手。即便是我们仨联手，都未必是天境9重魔族的对手。还好有老祖在，多亏圣祖带路，我们才能发现潜藏起来的危险。老祖竟然如此老谋深算，为了不惊动对方，还特意没有飞行，故意走路过来，顺便留有时间让他们跟上。圣祖果然恐怖如斯，这般境界，实非我等所能企及。他喵纯属歪打正着，还好，身份没露馅儿，这算不幸中的万幸。也罢，就让他们赶紧叫救兵来围殴这魔头，我也好趁机溜之大吉。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吧？当然知道，想必圣祖已然成竹在胸，我等只需旁观，见证圣祖的英姿即可。
操！江聪只觉骑虎难下，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可没时间给他浪费了。那魔族已然蓄势待发，他只能装模作样的上前一步。本座乃苍茫圣地之祖，尔等小辈不配做我的对手，束手就擒，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们的圣地老祖果然还没死，但是魔族没有投降的战士，就算是死，我也要咬下你一块肉。大哥，你这是何必呢？放心吧，我们知道高手过招的规矩，绝对不会掺和您老人家的战斗。这该死的系统连个新手礼包都没有，哎，服了又！眼见面前的魔族已经在警惕的继续大招，江聪索性破罐子破摔，猛地抽出了从藏宝库拿出来的武器。不管你是什么鬼玩意儿，给我派上点用场啊！江聪就像个神棍一样挥动着手中的武器，看似有模有样，实则屁用没有。毕竟他身上半点修为都没有，压根儿驱动不了法宝。这玩意儿在他手里还没一块板砖好使。不愧是遮天神功，常态状态无法看出也就罢了，催动法宝时竟都无法看出半点修为。圣祖的修为果然深不可测，看来我们可以完全卸下戒备，看他老人家表演了。纵然你是逆天强者，我也不会认输。天境魔族深怒，右手猛然上抬，可下一刻他却骤然愣住，原本握在江聪手中的宝剑竟凭空出现在了自己掌心。修仙界有一个铁律，战斗中若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弱者的法宝会被强者强行掠夺，当着3位长老的面，法宝被敌人轻易夺走，这几乎是赤裸裸的宣告他的修为远不及眼前的魔族。我叫江聪，现在很急。我本是个毫无修为的废柴，却阴差阳错成了人族最后的圣祖。魔族高手杀到跟前要跟我拼命，3位长老见状，赶紧把我护至身前，等着看我展露天威。生死关头，我慌不择路，抽出顺来的宝剑，下一秒，法宝竟径直飞到魔族手中。修仙界有一个铁律，战斗中若双方实力悬殊，弱者的法宝会被强者强行掠夺。这一下，我冒牌老祖的身份算是彻底藏不住了。给我去死吧！好阴毒的人族圣祖，明明实力胜过我，却还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羞辱我。是陷阱法宝，只要催动就会自爆，并根据使用者的修为反噬对方。难怪老祖的法宝会被对方掠夺，原来是故意如此。可笑那家伙，还真以为他的实力能胜过老祖吗？老祖好计谋，略微一计就将此人戏耍，根本不需亲自出手就将其灭杀。这是我的计谋吗？我是说，这当然是我的计谋。就在几人毫无察觉之际，那倒地的魔族并没有死透，他骤然暴起，周身魔气翻涌如涛，漆黑的妖力自4肢百骸疯狂涌向掌心。就让你感受一下我的终极一击！瞬息之间，魔族已然动手，他用那缭绕着森森魔气的手掌刺入了自己的心脏。等等，啥玩意儿？刺入了谁的心脏？即便是人族圣祖，终究也逊我一筹。你故意动用法宝将我重伤，而不是直接出手将我灭杀，定是想要抓活口，用某种秘法探求我魔族的机密。可惜本大爷早一步识破，你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有关魔族的情报。不是，特喵你搞这么大的阵仗，结果就只是为了自杀？天境九重放在任何势力都是绝对顶梁柱的存在，居然被圣祖玩弄于股掌之间，死得如此憋屈，当真是恐怖如斯。圣祖之位果然盖世无敌，那家伙还想保守秘密，只怕早已被圣祖得知了吧？还请圣祖随我们即刻返回宗门议事厅，召开大会，将魔族的机密告知于全宗门高层。我其实不是那么太想回去，你们信吗？我知道个锤子机密啊！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第1阶段任务，斩杀1名魔族顶级奸细，破坏魔族的入侵计划，奖励人境9重修为。我现在身上一丁点修为都没有，还能装。可要是变成了人境9重修为，那不是一眼就被看破了吗？不行，现在领取就必死无疑啊！这玩意儿可以保存，等后面多积累一点修为再一起领取。圣祖，请。江聪在3位长老的簇拥下，被迫返回了宗门。与此同时，魔族议事厅内，数十位魔族高层围聚一堂，个个神情凝重，不见半分往日的嚣张。德摩罗死了，他可是天境9重的高手，而且没来得及向我们传递信息，说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抹杀的。哪怕在我们之中，他也是绝对的高手，何人能够瞬间抹杀他？
看来我们之前的猜测确实属实，人族最后一位圣祖复苏了，并且他的实力将比沉睡之前更加强大。如此强大的人物，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诸位别慌，这是首领留下的圣境法宝，哪怕是圣境高手，也会在他的占卜下显露出具体的修为等级，让我们探知人族最后一位圣祖究竟到了圣境哪个级别，再做打算要不要请求增援。所有人都静静地等着答案，可几分钟之后，老者却一脸愕然，满脸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水晶球显示，人族境内根本没有圣境高手存在。这连圣境水晶球都无法探知，对方的隐蔽能力如此之高，难道真的让他修成了传说中的遮天神功？会不会他们真的没有圣境高手呢？绝对不可能！如果对方不是圣境高手，那德摩罗怎么死的？难不成你想说他是自杀的吗？传我口令，前线战士们立即后撤3座城池，暂时不可进攻人族，等待我方圣境高手的增援。看样子必有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不是吧？天境魔族潜入一事，圣祖得知了极其重要的情报，还请大家仔细听着，绝对不能疏忽大意。圣祖，请讲吧。不急不急，我自有安排。魔族后撤了整整3座城池，给我们留下了充足的防线。什么？3座城池的范围？圣祖刚说他有安排，魔族就后撤3座城池？难道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对魔族出手了？能让魔族付出3座城池的代价强行撤离，只怕又是好几位天境高手身亡了吧？这就是圣境，悄无声息夺人性命，当真是恐怖如斯。圣祖神威，盖世无敌。圣祖神威，盖世无敌圣祖，我们要去收回这3座城池吗？不行，这种一看就是诱饵嘛，一去包被埋伏的。那还请圣祖将机密情报告知我们吧，我们即刻制定针对魔族的计划。机密？啊，对了，天机不可泄露，你们如果知道会影响我的下一步计划，所以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本座要回去准备啦。此刻，所有人心中的疑虑消失得无影无踪，彻底对这位圣祖放下心来。已经2天过去了，对方并没有加派人手收回那3座城池，甚至调回了一部分人马，让这3座城池几乎成为空城。该死！对方在传递一个信号，他们根本不想与我们和解，哪怕是我们主动割让一部分的利益。会不会是我们退得太快，并没有留下足够的善意信号，让对方以为这是个陷阱，所以不敢冒险呢？愚蠢的想法！对方可是圣境高手，你认为他会看不出来城池内有没有陷阱？他就是单纯的拒绝与我们和解。根据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哪怕只是圣境1重的高手，也绝不是天境可以对付的。曾经有10名天境9重的高手围剿1名圣境1重，结果只是让对方受了一点不大不小的伤势，而那10名高手几乎全军覆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天境高手妄图越级对付圣境了。对方的境界比起沉睡前还有提升，说明绝不是圣境1重，这是我们整个前线军队加起来也难以抗衡的战力。这是由首领亲自炼制的圣境法宝，可以伪装成普通鸟类，本身不携带任何气息，也自然没有任何战斗力，但胜在可以传递情报。只是催动这个道具需要至少3位天境7重以上高手的半数法力，为了得到确切的情报，只能请诸位做出牺牲了。好饿啊！哼！看到了，那就是人族圣祖，好年轻啊！果然让他练成了遮天神功。我一个没修为的废柴，意外穿越到某位老祖的闭关室中，竟被误认成神功大成的人族圣祖。这名号一经传开，魔族如临大敌。先是派遣天境9重顶尖杀手前赴自杀，却被我歪打正堂反杀，而后又催动圣境级别的隐秘法宝窥探情报，怎料我误打误撞，一剑便戳破了他们的阴谋。2场危机全靠运气轻松化解，而我这冒牌老祖的名头，反倒在魔族那边愈发威慑力十足。这不可能！此法宝根本没有任何气息，它究竟是怎么在一个照面就分辨出来的？看他那自信的笑容，像是在那里守株待兔，等着我们自投罗网一般，太恐怖了！
我们都忘了，对方修炼的可是遮天神功。我们在人家面前玩隐蔽气息的手段，纯属班门弄斧。快，立刻将我们隐蔽的探子全部叫回！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已经全部暴露，必须及时止损。是。哇，不错不错，够我饱餐一顿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摧毁魔族情报打探。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抓住魔族奸细集团，发放奖励，引灵之法成印，御风之夜成印。啊！我什么时候摧毁了魔族，又什么时候抓住了奸细？这系统脑子发抽，胡乱给我发奖励。就在江聪愣神的间隙，宗门深处骤然鸣起滔天魔气，似乎有天境级别的高手正在交战，一下子就吸引他的注意力。有魔族打进宗门里了，该死！果然让出城池只是缓兵之计吗？我得赶紧过去帮忙。不对啊，好像我过去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乎，表面上是人族第一强者，实际上是弱鸡的江聪觉得这么快过去也没什么用，反而还会让自己置身危险中，干脆先研究起了获得的奖励。这两件东西单独拿出来毛用没有？可加在一起。江聪立马运用引灵之法，尝试调出衣衫内残存的真气，接着用之催动御风之夜，青芒一闪，他的身形骤然腾空，摇摇晃晃地悬在了半空之中。哦，总算能稍微维持一点身为老祖的逼格了。果然装逼才是穿越者的必修课。江聪朝着战斗的方向靠近，他心里打得门儿清，他不需要出手，只要用名头吓住对方，辅助其他长老即可。你们做得很不错，这一切都在圣祖的预料之中，多亏圣祖的指点，才让我们提前准备好了这次行动。啊！我又什么时候指点过他？不愧是人族圣祖，只怕早已发现我等踪迹，只待我们逃亡之时就一网打尽。如此手段，我等真是佩服佩服过造。不得不说，你们的隐蔽之法真当是出神入化，如果不是圣祖提醒，只怕还真要让你们走脱。之前圣祖召集我们开会，却一言不发，我当时还有些疑惑，现在一想豁然开朗。我在圣地潜伏100年，未曾有人发现，没想到只是与你一个照面，已经就识破了我的身份。你是怎么发现的？以你的智商根本不可能跟上圣祖的思路，太快打草惊蛇，只能抓住你一个人，根本无法将你们连根拔起。圣祖更是怀疑我们之中还有其他叛徒，所以暗中给了我一个任务。我什么时候暗中给了这家伙任务？这几天我不是躺床上发呆，就是到处打鸟，根本没做其他事情啊！其他的长老们也投来疑惑的目光，显然对于这件事情，他们一个也不知情。老祖一向威严，可是在会议中却不顾形象地翘起二郎腿。当时我就觉得有蹊跷，老祖的一只脚尖对准了我，抬起的那只脚尖对准了这个叛徒，如此隐蔽的暗示，绝对没有第三个人能够猜出来。那真的只是我的习惯性动作。我顺着老祖给出的线索查看，果然发现这家伙有鬼。没想到圣祖的心思竟然缜密到了这种地步，我等甚至到了行动当天才知道这个计划。众人只觉得后背发凉，果然与老祖作对，连一点生路也没有。奸细长老闭上了眼睛，似乎已然认命，实则却运用着最后的精元，强行传递了一条信息回魔族。死在你这样的算计之下，我无话可说，只希望来生不要再成为你的对手。我们的卧底集团地境以上高手几乎全军覆没。怪我发现的太迟了，应该再早一步提醒他们撤离的。大长老，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他们最后留下的情报，诸位一起看看吧。我们内部有奸细，身居高位的奸细，另外帮我照顾好我老婆。什么？这简直太让人震惊了！他居然还有个老婆，这他喵是重点吗？话说他老婆漂亮吗？哈哈，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不对，当时人族圣祖在那里，情报怎么可能到我们手里？会不会是他们没拦住？愚蠢的想法！堂堂圣境老祖，怎么可能连个情报都拦不下来？所以这是对方故意放出来的情报，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以为内部有奸细，从而产生自我怀疑。不对，万一他已经算到我们会怀疑信的内容，预判到我们会预判到，他预判了我们预判的预判，从而继续误导我们呢？该死，对方究竟算到哪一步了？我看不透，我真的看不透啊！这一刻，所有长老只觉头皮发麻，看着面前这封情报，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他们深刻认识到了人族圣女的恐怖，不仅是实力上的恐怖，连玩弄人心的技巧竟也如此恐怖。我
会在半月之内赶到前线。是首领。在此之前，你们稳住对手，尽量不要与圣境正面交锋。只要坚持半月，我就会让他们知道魔族的圣境有多么的恐怖。是，我等恭迎首领的降临。我本是毫无修为的穿越废柴，全凭运气和误会，硬生生撑起了人族圣祖的名头。如今在人魔两界都成了威慑力十足的存在，本想在宗门继续摸鱼混日子，没成想丹房长老对我身份早就心存疑虑，于是他借着弟子炼丹失手的由头，硬要拉着我演示炼丹术。火烧翅膀，我喜欢吃。丹房，圣祖。老祖到此，难道是我丹房有什么异常？无事，我只是单纯来看看。去，毛手毛脚的，让圣祖见笑了。圣祖在突破圣境之前，同样是一位强大的炼丹师，想必之后造诣更是深刻不少。有他老人家的指点，必然比我的更有用。但圣祖身为圣境高手，他一直以来都没有真正出过手啊！击杀天境魔族靠逼对方崩溃自杀，抓奸细靠围剿取胜，他好像在避免主动出手。正好可以求证一下。大家都停一下，接下来就让圣祖为大家演示炼丹过程，务必要仔细观察，这将是你们提升炼丹术的最大机会。啥玩意儿？我就是过来随便看看，我会炼个鸡毛丹啊！我说云长老，我觉得有些不妥。对，的确有些不妥。这里的劣质丹炉怎么配得上圣祖？来人，给圣祖取高级灵药和9重凤丹炉。完了！只要一炼丹，那绝逼暴露啊！这里的弟子都是云岩的学生，放在外面也是1等1的炼丹大师，在这些大师面前摆弄炼丹，只怕才刚把丹炉摆上去，我这个冒牌老祖身份就会被识破。圣祖，您需要的东西已经到了。江聪一脸心虚地坐在了丹炉前，被迫开始了他的表演。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特喵的！话说高级丹药的配方是啥？圣祖这是在干什么？不知道，或许是炼制高阶丹药前的必要准备步骤吧。不过好像没见云岩长老做过类似的事情啊。嘘，圣祖行事岂是你我可以预知的？我们安静旁观就行，千万不要打扰到他老人家。一旁的云岩脸色更加难看，心中的猜想不断被放大，让他迫切有了求证的意思。不管了，特喵的不就是炼丹吗？跟做饭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吧？江聪一边在心里骂了云岩祖宗18代，一边直接将高级灵药全部一股脑的扔进丹炉之中。炼丹还能这么炼？每一种丹药所用的灵药配比都是十分严格的，哪怕差之毫厘，也会导致炼制失败。可圣祖一下子将所有灵药全部扔了进去，巨大的药理性也难以调和，失败是必然的结局。果然，大人物的炼丹方式跟我们就是不一样。难道圣祖想要告诉我们，哪怕材料的配比完全不同，也能靠自己的实力将它们完全中和，形成全新的丹药？我们只知按部就班的用已有的配比炼制丹药，可如果仅此而已，永远也无法探知出新丹药的炼制方法。不愧是圣祖，真当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没错，我越来越期待圣祖究竟能炼制出一颗怎样的丹药了。弟子们交头接耳，全然没有了之前的安静，因为面前的冲击实在太大。云岩则有着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开口制止。现在的难题是怎么点火呢？江聪豁出去了，立马运用之前系统奖励的引灵之法，开始调动衣衫内的真气，发现完全不足以燃烧起灵焰。不信邪的他立马用右手按住面前的丹炉，继续催动引灵之法，尝试调动起丹炉内部残存的真气。拜托了，不管是多小的小火苗，至少给我冒一朵出来吧，不然我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啊！下一刻，江聪忽然只觉手中一抹炽热轰然升腾，一下子包覆住整个丹炉，整个大厅之中回荡着一股嘹亮的凤鸣之声。这竟然是9重凤真焰啊！这竟然是9重凤真焰！只见那一抹赤红色的光芒越烧越烈，江聪只觉再看一眼身体就要被融化，立马下意识后退，失去了控制的烈焰引发了一阵猛烈的爆炸，圣境老祖炼丹炸锅了！好险！我操！9重凤丹炉炸了，那可是最顶级的丹炉啊！圣祖真是太牛了！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引动9重凤真焰呢，而且9重凤丹炉曾经正面承受圣境攻击，都未曾损坏分毫，今日竟然在圣祖手中毁坏了！
江聪完全没想到弟子们会是这种反应，他们的情绪更多是激动和震惊，反而没有责怪的意思。他甚至还没开口，弟子们就自己说服了自己，并用无比崇拜的目光看着他。目前宗门已经没有更高等级的丹炉了，老祖暂且还是先不要炼丹了，还请老祖收了神通吧。江聪感受着面前的炽热，丹炉已经损坏，但是九重凤真液仍然在半空中燃烧，也不可能让它一直在这烧着。大哥，这玩意儿叫我怎么收？光是靠近就有一股快被融化的感觉，更别说收服了。云长老，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处理吧。哎，圣祖，我该怎么处理呀？哦，你看好这火焰，切勿轻举妄动。哦，云岩带着心中的疑问，奔往了迪斯派的洞府。狄长老，你最了解圣祖了，有个答案，请务必告诉我。云长老，请讲。圣祖的一举一动都有他老人家自己的意思，而某些暗号极为复杂，只怕只有我能解读。你前来问我，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我跟你说，刚才圣祖炼丹，云岩将之前发生的古怪事情全部告知了迪斯派。我怀疑圣祖的这次复苏并不完美，他的实力恐怕受到了极大程度的削减，所以才有这些异常。可悲呀，云长老。啊，我又怎么了？你只看到圣祖炸炉，就觉得是他炼丹手法不济，却未曾想到，万一他是故意炸炉呢？这不可能，毁坏九重凤丹炉对他老人家有什么好处？根本就是在削弱我们本身的力量。每一件顶级法宝对于宗门来说都是战略性武器，我绝不相信这样的理由。所以我才说你目光短浅，你这个只会炼丹的脑子当然想不通。但好在你找上了我，聪慧的我早已洞知老祖的想法。眼见云岩还是一脸懵逼的样子，迪斯派笑了笑，转而决定用一种更通俗易懂的解释方式。问你，对于那些未曾修道的凡人而言，装丹药的瓶子是否十分珍贵？那当然。如果里面的丹药必须要砸碎瓶子才能取出，你会砸碎瓶子吗？你是说圣祖毁掉九重凤丹炉，是想要取出其中更重要的另一件东西？云岩当即发散思维，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是毁坏丹炉才能取出的东西，那就只有一个九重凤真液。你最后说圣祖并没有自己收走真液，反而是让你处理后续的事情，难道还看不出他的意图吗？他这是将最大的机缘让给你了呀！可是你不仅没有领悟到他老人家的意思，反而还跑来这里问我，想必圣祖一定对你无比失望。这一刻，云岩脑瓜子嗡的一声炸开，一时间只觉头脑一阵发懵，一切的一切串联起来，果真如同迪斯派所说的那般。不行，我必须立马回去。狄长老，先告辞了。不行，我必须跟上去，以免这个蠢蛋破坏了圣祖的计划。两位长老一前一后返回炼丹房，云岩脸部呆滞，原本在中央燃烧的九重凤真液，此刻竟然分为4朵，分别附在了4名弟子身上。不，我的九重凤真液，都怪我没在第一时间读懂圣祖的暗示。不过没关系，现在还来得及补救。此刻的云岩对江聪等等猜疑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反而代之是失去至宝的痛苦和懊恼。他要强行将4朵分焰从4名弟子的身上剥离重组，然后自己吸收。等等，或许你的举动早就在他老人家的计算之中，他早已算到你不会第一时间吸收真焰。或许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该死！怎么感觉我这个老祖当的啥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啊？我决定不再游手好闲了，从现在开始，我得有个真正管事的样子，逐渐接手圣地的事务，成为真正的掌控者。就在江聪沉思之际，狄长老、云长老纷纷前来求见。老祖，之前高级灵药大量损毁，我们想要重新购买一批，这里是清单。云岩并没有说分验附身4名弟子的事情，他相信这样的事情早在圣祖的预料之中，主动提及反而会显得自己像个蠢蛋。灵药清单？看来我之前炼丹爆炉，损毁了不少高级灵药，这些东西应该很贵吧？话说我到底闯了多大的祸啊？江聪想起灵药因他自己而损坏，高级灵药似乎也算得上是战略性材料，级别足够，而他自己目前又缺乏一个练手的指导任务。这份清单就留在我这里吧，同时这个购买任务由我来指挥。这种简单到极点的任务，怎么值得他老人家亲自关注？你们还是多找4个人去护送一下交易团吧。如果路上有什么意外，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等等，4个人，那4名被分焰附体的丹师，果然从丹炉爆炸、分焰附体到如今的交易任务，全都在圣祖的谋划之中。没错，一切都串联起来了。他老人家实在是太过恐怖，我一定要趁着这个任务好好的赎罪。于是交易团就这么出发了。1名地境8重的管事，携带着足够的灵石，带上1名天境1重的仆从，与几名下属，鬼鬼祟祟的从宗门出发了，身后还跟着4位人境组成的特别高手部队。
师兄，那10几名仆从里面，随便挑一个都比你厉害。我们跟在后面，真的能起到一点用处吗？一切都是圣祖的安排，更何况还有2位长老暗中保护我们，想来是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得相信他们。躲在暗处的迪斯派与云岩正用神识窥探着这里。这是圣祖亲自交代的任务，危险系数一定很高。我现在还是有点没底。不用担心，既然我们都在暗中保护交易团，那么圣祖一定也在暗中保护着我们。至于交易团，拜托，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还需要我这个老祖亲自出手吗？夜色转黑，交易团来到了中途的第一家客栈内。修炼者当然并不需要休息，不过黑夜更危险，因为魔族很多功法在黑暗中都能得到恐怖的加成，加上这次任务无比重要，管事也就不敢冒险，安安稳稳选择休息。能在修炼者之间开客栈的人，自然也有相应的手段防备危险。夜晚的客栈出乎意料的寂静，原本在修炼者眼中一晃而过的夜晚，在众人眼里如今却变得异常的漫长。只听咣当一声，客栈的大门又被一人推开，是一个做侠客打扮的人，斗笠几乎遮住了半张脸，显得阴沉且不易近人。原本精神就处于紧绷状态的圣地众人，几乎下意识地转头望向门口那人。如此巧合进来的人，难不成是圣祖暗示要防备的对象？那家伙感受到所有人同时投来的目光，心下也是一愣，还以为这是个黑店，但是想了想自身的实力，他最终还是轻咳2声，走入了客栈。这家伙在隐藏实力，最少是天境高手。他的气息不像是人族，只是化形为人，又如此巧合的出现在这里。这个人有鬼。那人坐下，只要了一壶灵酒，转身便与迪斯派进入对视。双方同为天境高手，自然也能看出对方的修为不正常。他抬起右手，比出了一个复杂的手势。我来自一个大势力，我们有重要的行动。如果你们不想与我们为敌，就直接撤离。这才是圣祖要我们掺和其中的真正原因吧？对方的手里必然掌握着无比重要的情报。就算你是天境9重，在我眼里也跟一个小喽啰没什么区别。既然不怕，那就没理由退避。迪斯派直接无视了他的警告，黑衣侠客压低眉头，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就在这时，又是一记门响的吱呀声，10几个人推门而入，为首者天境6重的修为展露无遗，也没有丝毫要隐藏的意思。诸位不必在意，我们只是进来留宿，不会影响到你们。他喵的，一个天境6重大摇大摆的走进来，怎么可能会不在意啊？这群人头上有龙角，难道是龙族？又一个天境高手加入进来，而且这只是明面上的战力，暗中潜藏的，他不知道又有何人呐？之前我就想到圣祖亲自安排的任务会非常恐怖，可没想到竟然能恐怖到这个层次。3方不同的势力，至少5名天境高手出现在明面上。难道说圣祖安排我们去交易，其目的并不是交易本身，而是交易路过的这个客栈？总感觉我们4个人境跟这客栈格格不入啊！我勒个圣祖啊！到底把我们喊来干嘛？今夜的客栈出乎意料的寂静，原本在修炼者眼中一晃而过的夜晚，在众人眼里如今却变得异常的漫长。哎，怎么这么倒霉？进京赶考遇见大雨，本来还打算趁夜赶路的，这下没办法了。那个，我脸上有东西吗？掌柜的，给我开间人字房。看着一大厅的人都充满诡异的目光，还有人脑袋上戴着奇怪的饰品。书生只觉得浑身发凉，立马灰溜溜地跑上楼去。也就是在同一时间，4名弟子互有感应，只觉体内的分焰似乎与那书生有着微妙的反应。这人有问题，难道这就是圣祖叫我们一同前来的真正原因？可他们也不敢立刻表露出意，只等所有人离开大厅，这才单独找上迪斯派，将发现告知了他。果然有鬼，不过圣祖是怎么提前发现的？他根本就没离开过宗门呢。虽然很奇怪，不过那个人是圣祖，一切又显得那么的合理。待到夜深人静，整个客栈都熄灭灯火之后，迪斯派带上一名弟子，取出从藏宝室内拿出的遮蔽法宝，掩盖气息，潜入了书生的房间。有了这个法宝，天境9重之下将再无一人能够仅凭神识发现他的行踪。虽然圣祖会暗中保护我，但我自己肯定也要做好准备，不能事事都让他老人家亲自出手。迪斯派挥手撒出安眠粉尘，确保书生绝不会中途醒来。待到接近，弟子感受着体内分焰与书生身上的联系，立马发现了他身上挂着的那张赤红色的纸人。长老，就是这个东西哦！迪斯派利用转移大法取下书生身上的纸人，入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似乎这只是普普通通的纸人。但当他尝试破坏纸人的时候，却发现怎么也无法撕碎。果然是世间至宝，圣祖要我们来取的一定是这个东西。我暂时还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得问问他老人家。长老，你捡的好像有点抽象啊，真的不会被发现吗？你在质疑本长老吗？哼，我在上面附加了幻术，这个凡人一定看不出来。我们走。书生的房间转眼又剩下了一阵呼噜声。片刻之后，一道新的身影出现在了房间之中，正是那座侠客装扮的独行男子。他熟练地撒下安眠粉尘，书生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古怪，像是一头死猪一样，连舌头都露出来了。
这些凡人夜间都睡得这么死吗？早知如此，就不浪费我的安眠粉尘了。据门主所说，这可是世间至宝。不过以我的眼光，果然看不出其中的奥秘，得仔细收好，回去再研究。不过这至宝怎么看上去有些丑？算了算了，可能这些自然奇宝就长这样吧。于是侠客用同样的手法剪了一张纸人，只不过比迪斯派剪的纸人还要抽象，还要丑。大晚上的给我寄信干嘛？这么简单的任务，难道还能出问题吗？不对呀，为什么是迪斯派给我寄的信？难道他也去了？堂堂天境7重的长老跑去买灵药，这得闲成啥样了？我明白了啊！又明白什么？你他倒是说啊！你写这4个字，准备让我猜啊？我猜个鸡毛啊！江聪忍不住爆了粗口，身边的长老全是谜语，这让他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他把这封信翻来覆去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除了那4个字什么都没有，直到最后才发现了夹在信封夹层中的纸人。这又是什么玩意儿啊？江聪觉得，如果再这么互相谜语下去，他跟长老之间的交流要出大问题，于是也不演了，直截了当的写信询问：这纸人是从哪里来的？随后，江聪决定将剩下的时间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睡觉。第二天清晨，迪斯派神清气爽地站在客栈门口，脸上有掩饰不住的笑容。转头一看，发现那个侠客打扮的男人站在身旁，脸上同样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今天天气真不错。对，是啊，今天天气真不错。看着外面狂风暴雨，两人非常默契地各自坐了回去。看来这两方人目前还没发现纸人已经被调包了，只等圣祖那边的消息传回，就开始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只需要抢纸人就行了。圣祖要思考的东西就多了，不能急，绝对不能急。场面一时间有些诡异，3伙人各自坐在桌上，可谁也没点早餐，就这么盯着桌板，谁也没开口。4位弟子感受到共鸣的力量已经不在了，一时也放下了心。可是这凝重的气氛仍然让他们有些无措。圣祖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果然，我们根本看不穿他老人家的想法。不久之后，如同死猪一样昏睡着的书生被客栈老板拖了出来，直接扔到了大厅中。很显然，这家伙只付了1晚上的房费，现在已经超支了。然而他到现在还没醒，依旧沉睡着，甚至没有一点苏醒的迹象。这纸人怎么看起来有些抽象，还有点丑，比我之前拿到的那个还要丑。各位兄弟，山水有相逢，今日老哥就先走一步了。那我也先走一步了。转眼之间，客栈大厅就只剩下苍茫圣地的人。众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有先一步开口。在书生的呼噜声间，一封密信连同纸人被送到了迪斯派手中。这纸人是从哪里来的？还能从哪里来的？圣祖不是跟在我们旁边吗？连这点事情都不知道。不对，这是一个反问句，这是在提醒我们，纸人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去思考这纸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注意力都停留在纸人身上，却忽略了纸人的主人，也就是最其貌不扬、最容易被人忽略、最像普通人的书生。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身上为何会挂着如此至宝？不愧是圣祖，一言道破真谛。把这家伙带回宗门，慢慢研究我们看不出来的东西。难道圣祖还看不出来吗？总之，这家伙绝对不能落入其他势力的手中。众人的目光齐齐朝着门口望去，只见那侠客男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手心还攥着一张已经被捏成一团的纸人。神祖，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话音刚落，只见他身上气势豁然外露，天境7重级别气势展露无遗，与迪斯派处于同一水准。我乃天机门的墨侠客，这个纸人是我们天机门的东西，还不快速交来！天机门，这同样是大陆中的一大势力。他们的盟主天机乃是一位圣境1重的先天灵族，人数并不多，但有圣境坐镇，足以称得上顶尖势力。或许我们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话音刚落，外面的闪电暴雨瞬间消失，只见一个白袍男子就这么凭空闪现到了客栈中央。此人正是天机门门主天机，圣境1重高手。迪斯派一时间有些脸色发白，随即想到自家圣族也是圣境，而且比对面这家伙更厉害，也就没什么好怕的。方才我用星战之术得知这个纸人出自你们人族之手，我相信这只是误会。只要你们交出纸人，我们天机门与你们苍茫圣地依旧是朋友。
为了一个法宝得罪一个大势力划不来，我们要不还是……你个蠢货，给我闭嘴！你难道就没有发现圣祖到现在都一点没有要出来的迹象吗？圣祖必然早就得知天机门也盯上了这个纸人，但依然派我们前来抢夺，说明这个纸人比天机门更加重要。无论说什么，哪怕是得罪天机门，今天他迪斯派也一定要拿回圣祖要的东西。见面前的人族没有一点回应，天机的脸色逐渐转黑，身旁的墨侠客随时准备动手。门主，既然这群家伙不识时务，那我们直接出手抢了便是。不对劲，这几个人族的家伙自信心太强了，强到一个诡异的地步。难道人族圣祖藏在附近？天机对自己的能力绝对的自信，如果拼打斗，同境之中他绝对属于较弱的一个档次。但如果比占卜，圣境三重之下都无人能逃脱他的法眼。啊？怎么可能？完全没有结果。这个结果并不能让他安心，反而让他感到恐惧，就好像那看不见的阴影里随时可能冲出一头猛兽将他吞噬。哼，果然是圣祖暗中给了这家伙一记震慑，区天机门门主圣境一重罢了，在其他人眼里是大人物，在圣祖眼里跟喽啰也没有任何区别。倘若人族圣祖已达到圣境三重的境界，那么一旦对上他，我将有陨落的风险。究竟该怎么办？一向以神机妙算著称的天机，在这一刻竟然有些犹豫，他的精神高度紧绷，浑身摆出防御的姿态。该死的天机，给我拿命来！话音刚落，一股磅礴的力量瞬间在身后爆发，这绝对是圣境级别的袭杀。天机当即拿出10成力量，周身星辉爆发，猛然向后喷出，两盘圣境的冲撞威力瞬间爆发，苍茫圣地的3大天境高手立马全力护住身后弟子，这才堪堪保住性命。难道是圣祖出手吗？天机，果然是你抢先一步拿走了纸人。来者老态龙钟，是蛟龙族的龙族，圣境一重高手。他的手下将纸人送给他之后，一经查看才发现根本就是张假运用特殊的寻踪之法。他很快知道了替换的那张纸人来自天机，为了抢夺纸人，便直接杀了回来。而且他处处不慎，天机竟然直接以10成力道回敬，让他猝不及防，受了不小的伤势。一张小小的纸人，竟然引得2位圣境高手大打出手，果然能被圣祖看上的法宝，位格绝不会低。但是纸人明明在我们手里，为什么蛟龙皇会对天机动手呢？迪斯派一时间想不清楚中间的缘由，但可想而知，必然是圣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仔细想想，这次的灵药交易目标正是蛟龙族，这难道也是圣祖提早就做好的安排？没错，圣祖只让我们完成这桩交易，真正的交易内容根本就不是灵药，而是纸人。我们人族和蛟龙族在纸人中做了一个只有2位圣境高手才知道的交易，我们是盟友。这个人类是眼睛不舒服吗？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难怪蛟龙皇会直接出手杀我，他们已经和苍茫圣地达成了合作。纸人的秘密无论怎么想也不会传到人族的耳朵里，必然是蛟龙族向他们泄密，以寻求一个强大的帮手。如果蛟龙族和人族联盟，那他天机今天绝不会有半点获胜的可能。所以他的决定很简单，那就是直接跑路。纸人虽然重，但跟性命比起来不值一提。天机还想逃？蛟龙，你疯了吗？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就给我死在这里！真当我龙族怕了你天机门吗？交东西，交什么东西？天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身上那几件圣境法宝，一时间只觉面前的人嘴脸无比丑恶与贪婪。纸人已经让给他们，居然还想趁着优势抢夺自己身上剩余的法宝，欺人太甚！没想到蛟龙皇打得这么卖力，真是可靠的盟友啊！2尊圣境真的开始，一时半会儿绝对分不出胜负。考虑到自身跟蛟龙族的联盟，迪斯派一时间也不敢直接带着纸人走，于是他决定用老办法，直接写信联络圣祖，听他老人家的意见。由于确信老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并没有写得很详细，只是用2句话粗略地描述了现在的情况。直到现在，圣祖还是没有出面，不愧是真正的幕后强者，就是沉得住气。希望他能尽快截获我送出去的信。于是乎，这样一封信件又被送到了江聪的手里。只是去买个灵药，能同时招惹上蛟龙族和天机门2个大势力，这2个蠢到底有多能惹事啊？从现在的情况推断，那个纸人绝对是个好东西，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玩意儿要怎么用，拿回来跟张废纸没有任何区别啊！蛟龙族和天机门有纸人对应的情报，所以在他们手中，纸人是至宝。问题是他江聪又没有对应的情报，这个纸人不能留，拿回来屁用没有，还会招惹祸端。江聪没有犹豫，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立马给迪斯派写信，让他找机会直接把纸人丢出去，让人族脱离这件事端。唉，这老祖真不是人能当的。 2大圣境高手还在不断厮杀，迪斯派也收到了来自江聪的紧急回信。
这，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才抢过来的纸人，圣祖居然要我们拱手让出去！你个蠢货，给我闭嘴！你还记得之前圣祖送的那封信吗？想一想，这个纸人究竟来自于何处？所以纸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那只是一个摆在表面的幌子。圣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那个书生。刚才圣境战斗的余波如此恐怖，没有任何保护的凡人书生，竟然连一点伤势都没有。至于那个纸人，看看如今事情闹成这个样子，两个圣境高手打得翻天覆地，这才是纸人最大的用处啊！太恐怖了！运用这么一个并不重要的东西，就能让两方势力大打出手，可笑！我们根本看不出圣祖的真正意图，如同那两个家伙一样被蒙蔽，还真以为这纸人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两个圣境高手都被圣祖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何况我们呢？既然已经知道圣祖的打算，迪斯派当即拿出纸人，随手丢在地上，接着将如同死猪一样的书生扛在肩上，带着众人立马往宗门赶去。天机，交出纸人，我留你一条生路。你找我要纸人干嘛？纸人在人族那里啊！还在生死搏杀的两位圣境忽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的地方，纷纷停下来，尴尬的悬浮在半空之中。你是说纸人并不在你这里？你是说你并没有和人族结盟？那张纸人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里，让两位圣境高手的面部不断抽搐。以他们两人的实力，自然能看出面前的纸人并不是假货。也就是说，人族居然又把这最宝贵的东西留在了原地。哼，不愧是狡诈的人族，只怕他们真正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赤焰纸人，是想让我们两方势力从中争夺，然后渔翁得利吧。蛟龙皇，事已至此，不如这纸人归我们天机门。随后我会派人送上500万灵石，就当我们联手共同的收获。这样吧，纸人归我，我给你们送600万灵石。不愧是人族圣祖，实在是太了解人性了。纸人就在这里，他们双方谁也不愿意放弃这天地之母，只要有贪婪存在，他们两家就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蛟龙皇，这纸人必然是我天机门的。多说无益，来打！两大圣高手再次展开搏杀。另一边，苍茫圣地圣祖洞府内，江聪看着匆匆赶回来的迪斯派等人，连忙上前询问：“你们丢掉那张纸人没有？”那两人还在为了争夺纸人而大战。行了，解决了就好，你们下去吧。两位长老皆有些错愕，他们都已经成功把书生带回来，接下来难道不是圣祖慷慨激昂的演讲剩余计划吗？他们还想听听圣祖对接下来的计划有何安排呢？为什么直接开始赶人了啊？圣祖没有下一步的安排了吗？下一步的安排？哦，对，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好像交易团并没有正常的进行交易啊，也就是说，高级灵药并没有买回来啊。下一步的安排就是你们继续之前做的事情就行。继续做之前的事情。迪斯派细细品味着这句话，随后拉着云岩离开了洞府。就在两人刚离开洞府，在宗门上空腾飞之时，只见一名弟子慌忙赶来，正是之前那4名丹师中的一员。发生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又感应到了那股共鸣的力量，很明显，并不是从纸人身上传来的，而是从那个书生身上传来的。原本并没有出现共鸣的书生身上，竟然开始逐渐出现共鸣的力量。这就是圣祖真正的用意吗？难怪圣祖要让这4个人跟上一路，必然是他们体内存在的分焰让书生体内真正的力量产生了共鸣，真正的力量即将复苏，而那张纸人的力量说不定会随之慢慢消退。能与分焰产生共鸣，说明这家伙绝对跟九重凤真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看来，之前圣祖故意毁坏丹炉的事情，实在是再合理不过了。他早就先我们所有人一步，预知到了这件事情。迪斯派不敢怠慢，立马往书生所在的方向赶去。客栈不过，现在只能称为废墟，周围所有的一切几乎已经被夷为平地。这还是两人稍有克制的结果，这并不是他们心存怜悯，而是怕惹来其他圣境高手。纸人一定是我的。两人知道这一趟绝对亏本，可只要拿到纸人还有翻盘的希望，若是拿不到纸人，那就白白受重伤，什么补偿也没有。就在他们打算做最后殊死一搏的时候，却忽然发现地上那张纸人的气息在逐渐消散，其中所蕴含的狂暴火灵似乎在往另一个方向转移。那个方向是苍茫圣地。停下！停下！真焰纸人！哈哈哈哈！我们都被骗了，被人族圣祖那个混蛋骗了啊！
真焰纸人是天地至宝，怎么可能真的以纸人的方式出现？他早就已经化形了，那个书生才是他的本体。可笑他们两人在这里为了一个分身做生死搏杀，甚至差点陨落，而真正的幕后黑手早已躺在自己家里，却将最重要的宝物拿到手中。他刚刚绝对在这里，只怕我们两人会打起来，也是因为他用某种秘法种下了心理暗示，或者使用了某些幻术。此人不仅实力高深，连阴谋诡计竟也玩得如此高超。不行，这件事情绝不能就这么算了。蛟龙皇本就是个暴躁老哥，如今打成这副重伤模样，却没有得到实质好处，这让他颜面尽失，恐遭天下人耻笑。对于某些人而言，面子比命还要重要，他自然难以忍下这口气。天机，我们各自召集势力前去苍茫圣地施压，我就不信他人族圣祖一个人能承担得下2个大势力的怒火。好，就算他要吃下赤焰纸人，也得吐出点油水来。两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室，拉上一大帮天尽地尽的小弟，浩浩荡荡的前往苍茫圣地，准备讨要一个说法。今天可真是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魔族又没有来进攻，不错，又可以苟一天啦。江聪飞上宗门上空，准备来一次例行巡视，却发现远处有一大堆黑点正在急速接近。人族圣祖，今天这事你必须要给我们双方一个交代。蛟龙皇的声音响彻整个苍茫圣地，让无数弟子纷纷抬头，就连魔族那边也立马派人密切关注这边的动向。那是蛟龙皇，他来这里做什么？还要我们给他一个交代？想必又是圣主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无需担心。区区一个蛟龙皇，还想在我苍茫圣地内翻起什么风浪不成？我们可是有圣主坐镇。宗门弟子和长老们没有丝毫慌乱，他们都对江聪有绝对的自信。人族圣祖，今天这事你必须要给我们双方一个交代。啥玩意儿？交代？这2个家伙是上门来敲诈的吧？今天之事，我人族并没有做错什么，我认为我没有赔偿你们的必要。说的没错，自古天下奇宝，有能者得之，没有得到只能说明无能。必须对人族圣祖出手，否则我的新魔将再也难以战胜。我们带了成批的高手，加上魔族在旁虎视眈眈，必然会趁机加入战斗，帮助我们。哪怕是人族圣祖，也断然无法抗衡这样的大军吧。3方联军齐上，就算最后依然无法击败人族圣祖，我也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活着逃离。既然有不得不出手的理由，也有绝对的退路，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真当我们怕你们吗？这该死的发展！江聪倒是想做点什么来应对，可是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毫无办法。他也只能苦中作乐的暗叹一句：至少死在这样的攻击下，不会有痛苦。这些狡诈的人族又在搞什么鬼？这是哪个家伙？不认识啊！只见一道赤红色的身影突破束缚，冲入广场中央，四周的弟子长老被那炽热的气息逼退，无一人敢靠近。对不起，圣祖，我们让这家伙突破了束缚。紧接着，那4位跟随任务的丹师连忙从后方冲了出来，可他们就好像完全没感受到那股炽热，直接接近了书生所在的位置。长老们还没来得及出言阻止，4人就已前后后拦在书生周围。对于其他人而言的恐怖高温，在他们眼里却好像完全没感受到一般，这让长老和众弟子们心中无比震惊。江聪则一副饶有兴致的看戏吧，反正蛟龙皇随时可能要他的命，事情就算闹得再大，也不会比这更糟糕。看着圣祖那平静的模样，迪斯派不由得陷入沉思。刚好在那2人进攻圣地的时候，书生就突破了束缚，天底下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快阻止他！苍茫圣地之中响起一声嘹亮的凤鸣，只见那4名丹师体内的分焰突然脱离他们的身体，与中央的书生扭转聚合。赤焰纸人本身蕴含狂暴的火灵，可以被制作成圣境级别的法宝，或是具有天境9重实力的强大傀儡。我本来以为这就是人族圣祖的目的，可没想到他的野心竟然如此恐怖。他究竟打算做什么？狂暴火灵与灵焰相融，威力增加数倍。那是人族的9重凤真焰，绝非当场提炼。人族早有谋划，这疯子竟然把9重凤真焰分成4份，放入4个丹师体内。丹师本有自身灵焰，温养后能成4朵同本质不同属性的究极灵焰。如此一来，4朵究极灵焰与赤焰纸人融合，若是形成傀儡，只怕能拥有圣境级别的战斗力。这就是人族圣祖真正的目的，他想要让人族多一尊圣境级别的战斗力。迪斯派抓住机会，立马将那4名丹师的身体虚空抓至自己身前，防止他们被融化。此刻他才发现，这几个人的境界已经全部被提升到了地境，为首者甚至有隐隐突破天境的迹象。这就是圣祖赐给你们的造化，也不枉你们在这次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了。迪斯派看着地下越来越狂暴的烈焰，立马让出身体，表示圣祖您请，轮到您表演了。蛟龙皇和天机一时间有点搞不清楚江聪的真实想法，所以都没有贸然出手。在他们看来，自身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且看这家伙究竟如何压制纸人。
谁能告诉我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唉，反正都是一个死，无所屌味了。被蛟龙皇一拳轰死和被火球一下子炸死没什么区别。想通了这一步，他干脆安静等死，啥也不做。圣祖在等什么？如此狂暴的烈焰，如果想要制作傀儡，至少载体得是天境九重。天境九重可并不是什么小卡拉米，那是圣境之下的最强战力。而迪斯派也正处于这个级别之中。在圣祖未曾破关之前，他曾数次带领人族抗击魔族，虽然没能翻盘，但也对对方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是位值得敬重的人类。可我事先根本没收到任何通知，仓促之下去哪里去找天境九重的载体？这可不是路边的大白菜。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牺牲，那这个人只能是我。这就是人族顶尖强者的觉悟。如果牺牲他能够让人族多一具圣境傀儡，那他义不容辞。再不加以约束，这一团烈焰将真正进入狂暴状态。届时整个苍茫圣地除了圣祖，估计一个人也活不下来。就在此时，广场之上一股滔天的魔气爆发，吸引了所有人目光。一个歪歪扭扭的魔族站在广场上，此人身上没有任何活人的气息，完全是一具死尸。这不是几天前圣祖在宗门里击杀的那个天境九重的魔族奸细吗？哦，原来如此，我真是老糊涂了，净操些瞎心。原来圣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江聪当初从藏宝库拿走的法宝有2件，其一是作为陷阱法宝的宝剑，其二是一枚黑色的戒指，而这2个道具自然也在与魔族杀手的战斗中被强行掠夺了过去。就在魔族杀手死亡之后，在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这枚戒指就这么留在了他的身体里，而这枚戒指的名字叫做傀儡之剑。狂暴的烈焰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主人，书生带着那炽热的力量瞬间扑向傀儡，两者几乎完全融合。这个魔族是圣祖刚回到宗门时就解决的家伙，也就是说，从那天开始，圣祖就已经开始谋划今天的事情了。看样子，人族圣祖早就找到了应对的方法，我们要出手吗？不需要，我们天机门有圣境傀儡的完整炼制方法。这玩意儿最困难的一步，从来不是找天境九重的载体。圣境傀儡炼成时，会掠夺身旁最近且最亲近的力量作为存在的基础。圣境一重若是被掠夺，必死无疑；圣境2重被掠夺，也得落个重伤濒死的下场。哪怕是圣境3重，也仅仅是保得性命无虞，重伤绝对逃不掉。短时间内绝对没办法再正常的战斗。这也就是很多势力不敢炼制圣境傀儡的根本原因。这代价太过昂贵，如果没有圣境的力量供傀儡掠夺，那么也就自然而然会失败。这里与傀儡最亲近的气息，必然来自于人族圣祖，这是他绝对无法逃过的，所以他早就准备硬扛傀儡的索取，真是自信呐！蛟龙皇，看来你我2人今日这番还真是来对了地方。如今若是人族圣祖愿意消耗自己变成傀儡，那他们2人就趁着对方重伤之际好好敲诈一把，也算是回了本。事后只要加入魔族的抗人类联盟，也不怕人族疯狂的报复。接着狂暴的烈焰从傀儡身体猛然爆发而起，只见一只赤红色的大手猛然朝着江聪的方向伸了过来。来了，这就是傀儡炼成的终极步骤——圣境索取。他果然打算硬扛傀儡炼成的消耗。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那只大手直接越过了江聪，一把抓住了他身后的蛟龙。天机，你这龟孙竟然敢骗我！难道说他的遮天神功已然大成，足够在这种级别的炼制仪式中隐藏自己的气息，不被仪式发现？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蛟龙皇彻底化为了仪式的养分，这宣告着一位圣境高手的陨落，同样也昭示着一个种族的衰落。太恐怖了！人族圣祖，他早就算好了一切。蛟龙皇死后，彻底化成了废灰。但是之前与天机大战的蛟龙皇所剩的力量本就不多了，这并没有满足仪式的消耗，所以那炽热的大手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不好，人族圣祖，我愿意付出500，不，1000万灵石，还有天机门的永久友谊，我可以帮助你们抗击魔族。不要！天机的身影在炽热的魔掌中化为灰烬，苍茫圣地的弟子们头颅高高昂起。从今日起，人族圣祖一掌覆灭2大圣境传说，必然会在整个大陆上经久不衰的流传。在大部分人眼里，人族圣祖只是随便动用了一点手段，召唤一只巨大的赤炎手掌，瞬间秒杀了2位圣境。而在那些能够看破内情的人眼里，江聪表现出来的则更加恐怖。他故意设局，引门主到死，用他的身体当做献祭材料。难怪他们明明先一步得知消息，却非要与我们在同一间客栈撞上。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门主视为目标了。如今老大死亡，天机门和蛟龙族剩下的高手不敢犹豫，夺路而逃，生怕跑得慢一点就会同样被当成献祭材料。我有那么可怕吗？江聪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貌似结果是好的。在2大圣境的献祭之下，赤焰傀儡终于成型，浑身圣境的气息展露无遗。对于一个势力而言，这将是质变般的战力。虽然这傀儡的实力比起圣祖还是差远了，但是好歹也算是一个战斗力不错的圣境1重，看大门勉强够了。江聪在傀儡身上感到了一丝清静的气息，这代表着傀儡认他为主了。从身旁的谈论声中，他分辨出面前这根焦炭一样的玩意儿拥有着真真实实圣境级别的战斗力。这玩意儿竟然认我为主了，这简直比之前系统给过的任何奖励都要牛啊！
江聪畅想着自己带着傀儡一路平推的美好生活，他尝试用引灵之法控制傀儡，却根本不满足催动傀儡的最低限度，就好像是一个满级号摆在面前却忘了密码。最后，经过他长达2分钟的尝试，总算用自己的灵性沟通认他为主的傀儡下达了一个基础的命令：保护苍茫圣地，主动迎击来犯的敌人。凭他现在的实力，只能下达这样基础且死板的命令，诸如指哪儿打哪儿，让傀儡主动攻击实在是无法办到。如果把储存起来的人境九重修为领取了，不知道能控制傀儡到哪种地步呢？还是等不得不暴露的时候再用吧，就当做我自己的底牌。见圣祖似乎静下心来在研究傀儡，周围无一人敢出声，直到江聪后退2步，周围的恭贺声才如同潮水一般响起。恭喜圣祖，你是圣傀儡！恭喜圣祖大破2大势力，我人族威名必然再次扬名千余。以圣祖的实力，就算魔族那位存活下来的圣境3重首领主动打上门来，也只会落得被灭的下场吧。特喵的，真来了，你又不高兴了？魔族还有圣境3重级别的首领存活，这绝对是一个坏到极点的消息。如果这种人物亲自打上门来，凭现在的苍茫圣地根本没有力量招架，毕竟他这个所谓的圣祖根本就是个空壳。魔族这边被江聪的手笔吓得直接不敢出门，一连安分了好一段时间，直到那位大人物驾临魔族前线。此时的天魔峰中，原本高傲的魔族长老们纷纷跪拜在地，迎接那位存在的降临。那是魔族明面上的最强战第一首领卡瓦罗，圣境3重的大高手。魔族们总算是将这位第一高手盼到了前线，一时间觉得什么人族圣祖那都是个屁。我这几天并没有太过关注大陆上的动向，你们简单汇报一下，最近人族有没有什么大行动？也没什么大事。挑几件重要的讲给我听听。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无非就是人族多了一具圣境傀儡，人族圣祖轻易抹杀了2个圣境高手，又把他们当成了傀儡的炼制材料。对，无非就是2个大势力间接被人族影响，导致衰落而已，跟我们魔族的确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人族多了1个圣境战力，灭了2个敌对圣境战力，这还不叫大事？那什么事情叫大事？人族圣祖，看来我们对他的判断有误，我已经尽可能的高估他，没想到依旧低估了他。我现在只能大概发挥出圣境2重的战力。如果人族圣祖真的是圣境3重高手，必须要避免与他正面交锋。让前方军队往前推进1个城池，我要看看对方的反应，再做打算。之前魔族让出的3个城池，人族一直也没派人前来接收，所以现在他们再往前推进几乎毫无阻隔。人族圣祖啊，人族圣祖，现在你又在做着什么谋划呢？真是好兴致啊，道君。上空的雾气瞬间开散，一个身穿玄黄交织长袍的男子出现。这男子身上没有释放出任何的威压，可是却无形给人一种仿佛被压倒般的气势。这家伙很厉害，是个修炼者都比我厉害，这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为什么要称呼我为道君？怎么看你这表情，你想装作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很多事情，比如其实真正的人族圣祖早已陨落，我说的对吗？这是江聪最大的秘密，应该来说也是整个人族最大的秘密。如果面前男子将这个情报透露给魔族，可想而知，明天的苍茫圣地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万法道君，真当我认不出你来吗？你这边刚到下界，人族就多出了一位莫名其妙的圣境老祖，连挫败魔族阴谋的同时，还瞬间拿下2大圣境。你做的这伪装身份倒是很合理，只是形式是不是有些太张扬了点呢？还是稍微收敛一下吧。不，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还想对我隐瞒吗？亏我还专门下来提醒你，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行了，我的分身不能在下界停留太久，再劝你一句，你身为圣军级强者，不要在下界展露真正的实力，否则会被那些执法者给盯上。另外，这是之前早跟你提过聚会的联络方式，灌注真气即可加入。我们的联络1年1次，记得不要缺席。话音一落，没等江聪继续解释，玄黄男子的身影就缓慢消失，连带整个梦境都变得模糊。这可不是我有意在骗你哈，我解释了你也不听啊！果然，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这梦是真的啊！太过张扬果然不是什么好事儿，都被奇奇怪怪的人找上门来了。不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也不是我自己想张扬的啊！上界圣军级，难道是圣境下一个级别吗？江聪不敢保证，忽然被认成这样的强者，也不知是好是坏。他掂量起手中的八卦镜，这应该是他目前手中级别最高的法宝。他立马动用引灵之法，往其中灌入少量真气。本以为会失败，没想到居然成功建立了联系。看，这
才是牛的法宝啊！真正厉害的法宝，要让人民群众都能用得上啊！他不由得如此感叹，紧接着便感觉到精神被吸入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之中。太极图案的圆桌立于最中间，8张椅子围绕，各自刻录着八卦对应的图案，更外面是白色的迷雾。江聪只看见其他7名虚幻的人影，模糊不清，所有人也都将目标投向他。既然人已经齐了，那么我们的聚会正式开始。这就开始了。话说，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过迅速了？根据之前玄黄男子的态度，本应该来参加聚会的万法道君早有消息，其他成员也应如此，所以聚会的主持者根本没有多解释半个字。他唯一知道的是，他座位所对应的卦象为坤，在这互相不了解身份的聚会中，卦象就是他们的代号。不知道那玄黄男子的代号是什么？这里的影像太模糊，仅凭外表根本无法分辨。我需要一颗圣王丹，以物易物，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接受金钱交易。一连10几秒都无人应答，很显然交易流产，没人有这种东西，或者说是有也不想卖。有人开头，剩下的人们也互相表露着需求。江聪一句话也听不懂，只能在旁边当看客。我知道这概率很小，但还是想问一下，我们之中有人在下界吗？江聪第一想法就是默不出声，尽量不去掺和麻烦事。这里的层次明显不是他能接触的。可是又想到那玄黄男子知道自己在下界，而且这家伙也在聚会之中，如果贸然拒绝，会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我在有什么事情吗？坤道友，没想到真的有人在下界，真是太好了！我想要你帮我一个忙，下界的圣剑秘境即将开启，我需要其中的落霞之剑。这东西对于道友你而言，只是破破烂烂的圣境法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我另有大用，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破烂法宝？那苍茫圣地藏宝库里全是破烂了，我无法向你承诺，但如果有机会，我会顺路帮你完成的。这样就足够了。如果你能帮到我，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法宝作为交换？江聪想了想，反正他根本不可能去完成对方的这个请求，所以便随便说了一个：你准备一件圣君级法宝就行了。这是他唯一知道的上界修炼等级，正好随口拿来用用。可随着他话音落下，整个聚会瞬间鸦雀无声，陷入了短暂的寂静。难道我提出的报酬有问题？不对呀，之前听的玄黄男子说，万法道君的级别就是圣君级，我顶替这家伙的身份来参加聚会，要圣君级的报酬有什么问题吗？成交，坤道友，我等着你的好消息。这不是答应了吗？说明价值也没差多远啊。那其他几个家伙这么惊讶干嘛？真是搞不懂。本次聚会到此结束，期待我们1年之后再次见面。坤就是万法道君吧？一直不说话倒是符合这家伙的本性，但是为何万法道君要主动暴露他在下界呢？难道说他并不想隐藏自己在下界的事情？之前我还以为是我找到了他，现在看来可能是他故意透露消息让我知道的。一个小小的下界秘境，居然能让2个家伙同时盯上。万法提出圣君级法宝的报酬就算了，百花居然同意了，这就是万法下界的真正目的吗？可他为什么又要主动暴露？不行，我必须了解其中的事情，不能让事态的发展脱离掌控。来人，师傅，你即刻动用秘术下界，我会为你护法。你的任务是探查下界的圣剑秘境，如果有什么异常，返回后通通告知我。是。正当这名弟子准备离开之时，玄黄道君再一次叫住了他。注意，其他人你可以不放在眼里，但有一人必须注意，那就是人族圣祖，切记千万不可招惹此人。为什么？区区一个圣境，我杀之如同踩死一只蚂蚁，轻而易举，有什么可惧怕的？不止你一个人可以下界，你只需要知道他是你惹不起的前辈就行了，万万不可招惹他。如果事情需要，甚至还可以帮助他，以表达我们的善意。是。根本没什么收获，这破聚会根本没什么用啊！到头来还是得靠本老祖自己。最大的情报应该就是得知圣剑秘境的消息了吧？如果提前做好准备，人族说不定能从中捞到很大的一笔好处。就是不知道圣境傀儡能不能发挥圣境法宝的威力，管他那么多呢，先拿回来再说。魔族已经表露出了进攻意图，圣族，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反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没错，最好是由圣祖亲自领队，让对面好好知道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反击个屁，领队个屁！我现在的作用就是震慑对方，核弹只有爆炸前才是作用最大的时候，哪怕这是个哑弹。不急，我自有打算。我们先按兵不动，并让前线较为接近的探子们继续后撤，先稳一手总没错。如果魔族打上门来，我们还有圣境傀儡可以当做战力，主动进攻的话，可就没这待遇了。为什么，老祖？圣剑秘境，圣剑秘境。
其实圣剑秘境跟魔族什么关系也没有，只是根据装逼守则，这个时候就应该说一点意义不明，但逼格极高的话来转移注意力，反正他也没有说谎。圣剑秘境迟早会出现，怎么理解这4个字是下属的问题？要是出问题，就是你们理解错了，跟我老祖有什么关系？江聪听取长老们的其他汇报，又不知不觉间又翘起了二郎腿，想起有一个会把二郎腿都当作暗示的下属，他又默默地放下了腿。等等，翘了这么久，又突然放下，会不会反而让人误解这是个暗示？算了算了，还是继续翘着吧。与此同时，魔族新占领的城市中，一名地境9重的军队统领一边哈哈大笑，一边毫不留情地在手下面前嘲讽着敌对的人族。哼，看样子那群人族的小崽子绝对是怕了。话音刚落，魔族统领感觉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刹那间，一阵磅礴的剑气喷涌出，瞬间吞噬了他的身体，连带周围所有声音都不是消失在了剑光之中。圣剑秘境就此开启。苍茫圣地得到情报，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圣祖，就在刚刚，魔族新占领的城市被剑光吞没，连带多名天境高手在内，还有大批的士兵死亡，其损失难以估计。如此恐怖的攻击，最低也是圣境级别，而如今与魔族为敌的圣境，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出来是谁。几乎所有人在这一刻把目光齐齐投向了江聪。这次真不是我干的。在江聪否认之后，众位长老也没有过多的联系，不是圣祖出手，那是谁出的手？我知道了，是秘境。你们还记得圣祖上一次说过的圣剑秘境吗？想想之前圣祖拒绝夺回城池的做法，当时诸位长老还以为他老人家是想求稳，没成想这是送给了魔族一个大礼物。如果之前人族早早占领了这几座城池，那么如今受到重创的必然是他们。圣祖在无形之间又救了人族一次。按照秘境出世的阵势，恐怕里面蕴含的法宝将超过至少5000年以来出现过的任何一次秘境。秘境的出现毫无规律可言，圣祖他老人家是怎么预测到秘境即将出现的？难道从他刚苏醒的第1天开始，他就已经预料到了秘境即将出世？早就从聚会得到消息的江聪，并没有表现得太惊怒，只是没想到秘境会直接出现在城市所在的地点，魔族还正好踩了上去。感谢圣剑，感谢尊敬的卡瓦罗先生，你要是多来几次这样的指挥，我估计就不用再担心魔族的威胁了。圣祖，我们必须立刻派遣人手前往秘境探索，务必要得到其中的绝大部分法宝。这种级别的秘境，别说让大势力的实力暴涨，甚至有可能直接凭空造就一个大势力出来。江聪感觉心里有点虚，圣境傀儡只能留在苍茫圣地，无法主动外出战斗。他这个圣境老祖也只是个空架，如果参与秘境争夺，人族一方将没有任何的圣境战力，魔族一方明确在前线拥有圣境3重战力，而且秘境出事的消息无法掩盖，必然会引来其他种族，到时候又是不知道多少位圣境高手将会参与其中。你们立刻安排人手组织对秘境的外围探索，切记，如果碰到其他种族的人，先不要产生冲突。至于核心宝物的争夺，由我一人负责，你们不用考虑，必要时以自身安危为主。我不想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陨落，明白了吗？是。你们自己安排外围区域的探索吧。外围区域的争夺不会涉及到圣境，交给长老们处理，没有任何一点问题。圣祖，等等我。有什么事吗？不知圣主可否借赤焰傀儡一用？秘境的开启最为危险，为了弟子们的安全着想，我想尽可能的在初期对他们进行有效保护。江聪内心默默吐槽，如果他真的可以全面催动傀儡，他甚至会直接操纵这玩意儿进去搜刮法宝，这样一来连弟子都用不上了。可惜现在他与傀儡的联系依托于圣地庞大的人族气息，一旦离开这个地方，连基础控制都做不到，更别说下达复杂命令。我并不打算动用傀儡，我自有打算。迪斯派不由得陷入沉思，但又不敢直接开口询问圣祖的打算，怕显得自己很蠢。也就在这个时候，只见江聪背后忽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人影，此人的穿着与寻常仙袍大有不同，他就这么站在空中，没有一丝气息显露，宛若凡人一般。此人绝不是真正的凡人，我竟看不出他实力深浅，要么是修炼隐蔽之法的天境9重，要么就是圣境高手。看圣祖如此云淡风轻，说明是自己人。看着迪斯派脸色忽明忽暗，江聪还以为这家伙突然精神不正常，直到循着他的目光转身，顿时吓了一跳。我操！什么时候背后多了一个人？要不要这么吓人啊？眼见江聪眉目之间似乎有些不悦，那陌生男子当即行了一个后背礼。拜见前辈。啥玩意儿？拜见前辈？谁是你前辈？话说，哥们儿你谁呀？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受家师之命前来拜见前辈。哦。想来这家伙的老师应该是宗门中某个地境管事的，想派弟子来跟老祖搭上关系，谋求更多的利益。切，就算要讨好老祖，也得自己来嘛。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看着他冷淡的态度，那陌生男子微微一愣，随即心里涌出一丝傲气。他送礼好歹是玄黄道君的亲传弟子，代表着玄黄道君前来拜访，已经尽可能放低姿态。可面前这位前辈根本不把他当回事，本要发怒的他瞬间想起师父的告诫，面前这位是他绝不可招惹的前辈，于是立马压下怒气，更加谦卑地问道：前辈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你一个低级弟子能帮上什么忙？不添乱就不错了。
我不指望你能帮上我什么忙，只要在秘境的探索中多出点力就行了。青年弟子误以为这句话是在敲打他，并让他收起不该有的想法，以免丢掉小命。为了这次任务，师傅不惜付出大代价送我下界。这位前辈居然一眼就看穿了我的目的是探索秘境，太恐怖了。是前辈，前辈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行了行了，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尽量为团队发挥一下贡献。为团队发挥贡献。这下轮到宋离懵逼了，他独身下界，哪里来的团队？不过只是短暂迟疑2秒，他就悟出了面前这位前辈的意思。前辈是想让我照顾一下他们圣地的探测队伍吗？也对，他的实力太过高深，贸然出手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注视。相比来说，我的实力虽然也不是圣境这个级别，但对比起前辈，可就实在不值一提了。或许在他眼里，我和圣境的小虫子也没什么区别吧。宋离恭敬行礼，随后身影消失在云雾之中。之前老祖说他自有打算，想来就是这位恐怖的圣境高手。对呀，还有什么比一位圣境高手亲自护送更让人有安全感的？难怪圣祖不想动用圣境傀儡，原来是有更好的人选，根本不屑用那圣境异虫的破烂货色。你也去准备吧，切记千万要小心，绝不可大意。是。江聪并不只是为了面子，他真心不想看见手底下的弟子死在探索之中，哪怕他并不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圣界秘境消息传遍整个大陆，江聪将大长老和圣境傀儡留在苍茫圣地内镇守，而他这个只负责装逼的圣地1号人物，带着迪斯派探索队直奔圣界秘境的入口。露个脸就直接回去睡觉吧，只要让其他势力知道人族圣族有参与这次行动就行。此刻正是大中午，本该是烈日最盛的时间，可是如今天空却一片漆黑，这一切的黑暗都来自于魔族的第一高手圣境3重首领卡瓦罗，他的至暗足以让周围整片区域成为利于魔族战斗的场景，这既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威慑。许多没有圣境坐镇的中型势力看到这大片大紫黑暗，竟然直接组织着宗门队伍退去，不敢再参与争夺。其中还有少部分人直接加入魔族队伍，与他们合作，希望能喝点汤。当然，更多的一部分人直接飞向了人族方向。奇怪，魔族那边都已经展开了领域，为什么人族圣祖没有一点表示呢？正常来说，不是应该立即用领域怼回去吗？这可是关系到全族士气的大问题啊！就在类人首领疑惑之际，他看到了前方一缕晨曦，一缕不断放大，冲破黑暗的晨曦。刹那间，整片区域的黑暗被驱散，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如同神迹。这一刻，所有人都再也说不出话了。人族弟子们的目光未曾有一点改变，就如同这很正常，本就应该是这样。这鬼天气还真是莫名其妙啊！我讨厌黑暗，也讨厌魔族，希望前辈能原谅我的冒失。宛若神迹。卡瓦罗有设想过使用领域后被人族圣祖强行驱散，毕竟他现在的实力并不完全，主要目的是试探对方的真实实力。可他完全没想到，他的领域居然会被瞬间驱散。这真的是圣境3重就能办到的事情吗？我有些搞不清情况了。不能直接下判断，说不定对面动用了某些强大的圣境法宝，或是某些秘术。总之还要继续观察。可以判断的是，人族圣祖的实力果真如同传言那般。片刻之后，江聪横穿2座无人的城池，正式到达圣剑秘境所在的位置。秘境上空仍然有剑光隐现，大门紧闭，其中蕴含着难以想象的危险，不断散发出恐怖的气息。来了，第1重考验。江聪飞到上空，直面魔族首领卡瓦罗。沉寂的空中，卡瓦罗身旁不断波动着圣境的气息，江聪则是半点气息都没有，就像一个真正的凡人。看来今天的天气不错啊！江聪一直谨记对面是个圣境高手，所以狠话这玩意意思一下就得了，就当走个流程。不然要是真把对面逼急了，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天气真好，这是在嘲讽我的领域被瞬间破除吗？忍住，对面是个圣境3重高手。是啊，今天天气不错。江聪没想到面前这个魔族首领还挺讲礼貌的，不像一般魔族那么野蛮。当然，为了人类的未来，他还是希望这家伙能够立刻暴毙。那我们开始，开始秘境争夺。开始吗？两人皮笑肉不笑的尬聊着，一时间只觉空气都安静了下来，谁都不敢放狠话，生怕对面一巴掌就把自己给秒了。人族圣祖，我们不会手下留情的。看来最难的1重关卡已经过去了，接下来躺家里等结果就行。江聪缓缓降落，目光再次抬头之时，能看见一大群黑点正在接近，那是不属于人魔任何一方的其他大势力们，分别是由狮心王领队的兽族、鬼王领队的幽魂族，以及天福圣军领队的符门。秘境的大门依然紧闭，似乎在静静等着有人打开。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位最有实力的人打破困境，于是所有人都默默地把目光投向了江聪与卡瓦罗。玩个屁！就凭引灵之法能引出来的那点真气，800年都打不开秘境的大门。我们对秘境的情报掌握太少，人族圣祖都没动，我也不动。两人的目光默契的在空中汇聚，随后又尴尬的齐齐转头。
我觉得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英雄所见略同，正合我意。眼见场上唯二的2位大佬都没有动作，反而让剩下的人有些不敢动，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卡瓦罗立马暗中向贺圣尊使了个眼色，贺圣尊当即会意，立马转头对身旁的长老使了个眼色，长老又对手下的大弟子使了个眼色，大弟子一脚把面前的小弟子给踹了出去。这不好吧？只有人境的小弟子瑟瑟发抖，但还是不敢违抗命令，缓慢向秘境大门飞去。前面几秒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就当他真正接近秘境大门的时候，一道磅礴的剑光瞬间爆发，将他斩成血雾。真惨啊！贺圣尊面色有些不悦，倒不是因为手下弟子死亡，只是觉得面子有些挂不住。他当即重重挥动手中的羽扇，一阵狂风卷出，将那磅礴的剑气全部卷散。一个秘境大门就把你们给吓住了。原来你小子能轻松解决啊！那为啥还要派弟子前去送死啊？当这家伙的手下简直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贺圣尊将手放到了秘境大门之上，轻轻往内输送真气，同时身体暗自戒备，警惕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危险。第一个探索秘境是最危险的，但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收获。硬实力不如人族和魔族的他，只能通过这种危险的方法来争取到更大的利益。很尴尬的是，即便贺圣尊全力输入真气，秘境大门也没有一点要打开的迹象。1分钟、2分钟，贺圣尊一脸尴尬的松开了手。你们谁来试试？我来。我也来。见贺圣尊并没有受到攻击，狮心王与鬼王相继上前，可无论怎么摆弄，都无法打开大门分毫。秘境竟然根本无法打开，那还探索个啥？大家各回各家。魔族首领卡瓦罗双手抱胸，一点尝试的想法都没有。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人族圣祖。反正没人打得开，我打不开也是很合理的吧。卡瓦罗那家伙都放弃了，只要我也上去试试，表露打不开的情况，到时候绝对再无人尝试。本次秘境之行就此告一段落，完美的无人受伤。为了维持逼格，江聪什么都没有说，缓缓飞向秘境入口。本质上是他压根还不会瞬移。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江聪将手伸向秘境大门。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甚至连引灵之法都不想用，意思一下得了。温热的手掌与冰冷的石门接触，江聪瞬间如遭雷击。门主，那大门有什么危险吗？没什么危险，只是有些听不懂的异语。不过地境级别就可以主动抵挡，不值一提。不可能有人连这种小把戏都挣脱不了吧？前面那些蠢逼为什么一点都不说接触到大门就会有问题啊？提一句会死啊！数不清的虚幻一语传入江聪脑海之中，让他的思绪几乎完全消散，呆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这种直击心灵的影响，他没有一点手段可以应付。眼见人族圣子将手放在石门上，一连10几分钟都没有动作，其他人一时间都有些搞不清状况了。这是怎么回事？哼，这是不好意思出丑，赖着不走了。哼，肤浅，这必然是圣祖已经找到破解方法了，正尝试着解除秘境封印呢。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赖在门口不走，结果又打不开？你贺圣尊很想一扇子把迪斯派秒了，但看了看圣境3重的江聪，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还想多活几千年，直到整整半小时后，江聪才终于从那杂乱的呓语中清醒过来，依稀从中辨认出一丝清晰的声音。没想到还真有人敢放开神识听我的流言，年轻人，你足够勇敢。这是我想放开吗？这是没得选啊！江聪略有些明悟，其他人有着足够的实力，必然会主动隔绝呓语，反而不可能与这声音建立沟通。所以弱鸡也有弱鸡的好处。你是谁？我是谁？我不记得了，我忘记了一切，包括我的名字、我的身份。年轻人，可以请你。我拒绝。江聪敢打赌，这绝对是个大麻烦。避免大麻烦的办法，就是连听都不要听。他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他只想回去睡觉。我可以给你。我拒绝，我就是个弱鸡，你还是赶紧放我回去吧。这里这么多圣境，你随便抓一个当苦力，不比我好用？真是有个性、有谦虚的年轻人。我决定给你个惊喜。我有你母牛的个性，这老头是听不懂人话吗？突然好想打人啊！这是秘境核心，秘境核心，开什么玩笑啊！这种天境遍地走地境不如狗的地方，我一个凡人进来玩毛线。秘境大门处，只听轰然一声，大门直接打开，沉重的声音伴随着磅礴而出的剑气，将站得较近的几名弟子直接搅成了粉末。打开了，真的打开了啊！不对，人族圣祖呢？怎么没见他人影？他消失了，连我也只能勉强辨别，好像就在石门打开的一瞬间，他的人影就消失了，而我根本无法探查到他的气息。
该死，阴险小人！他必然是刚接触石门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打开秘境大门，却故意装作一时半会儿打不开，以此来消磨时间。他就可以借助这段时间，让自己的神识蔓延进入整个秘境，提前掌握其中信息，然后直接传送到其中宝物最多的地方。直接将神识探入秘境，不愧是人族圣祖。面对这种等级的秘境，还敢行如此疯狂的举动，当真是恐怖如斯。在众人中看得最清楚的，莫过于隐藏阴影之中的宋离。师尊交给他的任务是探索这个秘境，看看里面有什么异常，而他要做的是暗中潜入，不可能主动去打开秘境大门。还好有前辈出手，不然其他人估计一辈子也别想打开大门。宋离有些惭愧，他根本看不清楚前辈是如何打开秘境大门的，连一点真气波动都没有。他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前辈在打开大门之后，就用某种秘法瞬闪进入其中。至于在哪个地方，他也不知道。他不敢贸然用神识扫过整个秘境，以他现在的神识强度，这很轻松。但有2点顾忌，一就是让师尊和前辈都放在心上的秘境，说不定有什么隐藏的危险，哪怕表面是圣境级别，他也不敢贸然探索。2就是怕冒犯了那位前辈。既然大门已经打开，我也无需顾忌什么，直接进去便是。不止宋离有这个想法，其他势力的人们眼见人族圣祖已经进去，也不敢怠慢，生怕丢了什么好东西。贺圣尊第一个派遣手下人进入，当即调出一支小队，由1名地境3重带领7名人境9重飞入秘境之中。只见刚刚还平息下来的剑气忽然再次翻涌，将进入其中的人全部绞杀成粉末。贺圣尊脸色明显不好看，当即又派遣1名天境1重的傀儡，想要通过传送之法越过门口的剑气，可依然得到失败的结果。傀儡被瞬间绞杀，只要经过门口就会被剑气攻击，哪怕是用瞬移传送的方法进入秘境，同样会被检测到。天境傀儡所遭遇的剑气强度似乎跟之前不同，说明修为越强的人承受的威力也越大。连传送都会被检测，那人族圣祖是怎么进去的？难道是硬扛？不对，那家伙有遮天神功，根本不会被检测到。该死！秘境大门就这么静静开着，可是谁也不敢进去。靠！再这么等下去，里面的法宝都得被人族圣祖一个人搜刮完了，我们连汤都喝不到。哦，不愧是圣祖，他老人家果然已经掌握了秘境的详细情报，所以才会安排一位圣境2重的高手暗中为我们护航。同样是圣境级别的剑气，但是圣境2重与1重的实力已然天差地别，有能力抵挡下这种级别的剑气，同时也能勉强护住其他人。想通了这一点，迪斯派立马招手，示意众人直接出发。狄长老真的要直接出发吗？嘿嘿嘿嘿，一切都是圣祖的安排。众人再无异议，浩浩荡荡地朝着秘境入口奔去，而其他势力只是冷漠看，没有一人敢出来阻拦。宋离眼见这伙人几乎没有什么防备的准备进入秘境，当下也觉得有些傻眼。这群人是傻帽吗？同时进入，剑气会以其中最高修为者爆发，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承受天境级别的剑气攻击。人族这伙人一进去，天境2重以下的人只怕一个都活不下来。唉，虽然上下剑有别，可同为人族，我实不忍看着同胞就此团灭。前辈早有发觉，还故意留我在这儿，想必也是有这层用意在的吧。当然，宋离更怕那位前辈出来，看见自己手底下的人全都见阎王去了，会让他也去见阎王。想到这里，他就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不能直接出手相撞，否则剑气就会以我的修为境界爆发，到时候除了我一个人都活不下来。宋离当即从储物戒指之中拿出一团丝线，抛向了人族长老弟子们所在的方向。这团丝线在空中越变越大，在场除了宋离，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它的存在。此法宝的作用只有一个，让使用者主动为丝线另一端所连接的所有人承受伤害，并且只能使用1次。我身上也只带了这么一根，不过保护其他人安全通过门口的剑气也是绰绰有余了。宋离只负责保护所有人族同胞，随行的那些类人种族，他没有一点想要保护的意思。2长老第一个跨入大门，只觉磅礴的圣境剑气直接从上方压倒，当即脸色一变，想要运用全身修为抵挡，可是下一刻那剑气降临到他身上，却如同洗澡一般，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这简直是神迹！我之前就很疑惑，圣祖会以什么方式帮我们度过这次危机？本以为会是什么极大减免剑气的能力，没想到居然直接让我们免伤。这可是圣境剑气啊，可不是什么洗澡水，居然连一点余威都没能透出。不愧是圣祖，以他的实力，哪怕随手留下的一点手笔，竟然都能抵挡这种级别的攻击。我本以为只需要承受天境剑气，没想到还是受到了圣境的攻击。唉，疏忽大意了。这些长老身上肯定有圣境法宝，出现这种状况也不足为奇。所有人族长老弟子们本应承受的剑气，此刻全部转移到宋离的身上，量变引起之变，让他一时间有些惊愕。不过也就仅仅如此了。还好我已是圣宗级修为，这种级别的攻击，即便数百道叠加，也伤不了我。后方忽然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紧随其后的类人种族们直接在剑气之中消弭于无形。走在前面的几乎全军覆没，还没有进入秘境的人立马后退，额头上冷汗直冒。难道圣祖只有能力护住本族弟子，没实力保护这些人？
人族，你们好狠的心！既然不想保护我们，直说便是，为何一言不发，致我族人大批死亡？看着这些类人种族大批死亡，另一边的狮心王和鬼王也觉得人族有些不厚道，人家摆明给你当小弟，却还要坑自家小弟。伟大的圣祖大人，我知道您在注视着这里，是我鬼迷心窍，我不该听信贺圣尊的话。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剩余族人一马吧。在场其他人瞬间明悟，原来这几个类人种族是贺圣尊花大价钱找来的卧底，明面投诚，实则随时准备背刺强保。这些类人种族当中可是有好几位天境9重高手，圣祖不在身边，这些人如果找好机会背刺，有可能造成极大的伤亡，甚至让暗中护航的圣境2重高手都来不及出手。类人首领跪了好久，眼见没有人出手杀他，连忙将身上所有财物交给人族，然后带着剩余族人屁滚尿流的逃走。见势不妙，鬼王与狮心王2位圣境高手当即也带着自己的势力迅速远离。该死的人族！如果有一天我能突破圣境3重，第一个就要灭掉你们这劣质血脉。迪斯派并没有理会还在外面的贺圣尊，当即与2长老一起带着人族众人进入秘境。圣祖说过，核心区域由他负责，其他外围区域由我们负责，所以大家只在外围探索即可，绝对不要深入核心区域，以免打扰到他老人家。是。这鬼地方冷飕飕的，苍茫圣地的人怎么还没到？赶紧来把我接出去啊！根据他为数不多的知识，被他坐着的这块石头好像是什么天然玄玉，能够加速修炼者的修炼速度，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惜他连最基本的入门功法都不会，坐在这块石头上就全当热水宝了。考虑好了吗，年轻人？只要你能帮助我回想起过往的记忆，我说不定能够直接让你的修为翻上10倍。别说10倍，翻上100倍又如何？特么的0乘任何数都等于0啊！死老头，赶快从我的脑子里滚出去啊！当然，在此之前，赶快把我从这秘境里送出去。不行，继续待在这里，迟早得饿死。这里路旁虽然有野草充饥，但里面的灵性都太过充足，吃下一株，只怕就得爆体而亡。不过对于迪斯派他们来说还是很有用的，稍微拔一点。说着，江聪从储物袋里取出一把镰刀，他立马对周围的灵草进行疯狂收割，很快就割出了一大片空间，并把这些玩意儿全部扔进了储物袋。这是什么玩意儿？没想到灵草里面还藏着一些意外收获。江聪立马上前用镰刀敲了敲其中一个按钮，居然还真让他按下去。他仔细的打量四周，可一连10几秒钟过去，好像周围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这玩意儿失灵了吧？进入秘境，初始是一片山地区域，迪斯派等人正准备进行初步探索，突然见前方的山上滚落巨石，宛若楼房一样高大的巨石。不好！秘境之中禁止飞行，速速避开！不好！秘境之中禁止飞行，速速避开！好在众人反应及时，无人损伤，只看见那硕大的巨石继续向前翻，朝着门口的方向急速而去。这秘境果然危险，大家注意一点，尽量不要太过分散。秘境门口，眼见人族的队伍已经完全进入秘境，魔族、鹤羽门以及符门众人也按捺不住了。3大势力至少都有1名圣境2重高手，足以度过第1重难关，所以也自然不惧秘境，不想放过这大好机会。送礼也没有耽搁时间，给自己套了一层隐身之法，让任何人无法发现他的踪迹，慢悠悠地走向了秘境入口。走。贺圣尊很快安排好战术，首先让每个大境界的1重选手直接回家，他们没有进门的资格。然后每个大境界为一个分队，一队一队的进入，就可以让剑气的影响降到最低。作为鹤羽门唯一1位圣境高手，贺圣尊自然当仁不让的第一个走入秘境。不是哥们儿，赶着送钱的人我见多了，赶着送死的人还是赌你1号。我可没有故意坑你啊，是你自己要跟上来的。很显然，贺圣尊压根儿就没察觉到，在他面前还有一个送礼存在。他只觉得以他圣境2重的修为，加上满身的圣境法宝，应付一个看门剑气绰绰有余。就在那一瞬间，恐怖的剑气喷薄而出，外围众人只看见一瞬白光，仿佛天地都在这一刻寂灭。这绝不是圣境级别的剑气！贺圣尊这家伙难道是隐藏的高手，竟然能引动这种级别的剑气？不对，人族圣祖之前留下的手笔，并不是替他的族人们抵挡剑气，而是将这些剑气吸收并储存起来，在那一瞬间爆发。还好，我稳了一手，不然现在被剑气斩杀的可就是我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是谁？暗算我！梦想着靠这次秘境一飞冲天的贺圣尊，结果刚一进门就死了2次。他再次触发心法的被动复活效果，甚至连头都不梗，直接往秘境内部跑去。至于被他落在后面的鹤羽门其他成员，呵呵，自求多福吧。还剩最后一次复活机会了，必须得省着点用。这好像也不是我想省就能省的吧？门主，你们先进去。
鹤羽门的人敢怒不敢言，知道对方拿他们当炮灰，可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反抗，只能悲哀的前进。好在这次的剑气恢复正常，大部分人成功进入，也让卡瓦罗松了一口气。从这里开始，秘境的争夺正式拉开帷幕。果然劳动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有了这些灵草，几位天境的长老修为又能更进一步啦。怎么样，年轻人，想好要帮我寻找记忆了吗？我会给你想要的奖赏。哈哈，你有那种让凡人也能单杀圣境高手的法宝吗？倒是有被动的防御护符，只要你受到攻击，它就能在保护你的同时反击敌人。那只要有圣境的防御护符，我岂不是就可以借此反杀圣境高手了？老头，这玩意儿在哪儿？如果你能拿这种东西当奖励，我还是可以考虑帮你找回记忆的。我忘了，你知道的，我几乎忘了所有事情，包括我自己的存在。那你说个鸡毛啊，让我白期待一场。只要你让我回想起记忆，我不就可以帮你找到这种东西吗？怎么听上去有点像空手套白狼啊？老头，我倒是可以帮你找记忆，不过你得先给我张秘境的地图，我才好帮你找吧。我都已经失忆到这种层次了，你觉得我会有那种东西？那你到底有什么用啊，老逼灯！江聪伸手一拍，不小心又拍在了一旁的控制台上，一连按到了好几个按钮。都给我搜仔细点。狄长老，圣祖还有提前说其他的计划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只负责外围探索便可。我记得之前会议的时候，圣祖有翘二郎腿，这必然是给我们的暗示。而且比起之前的二郎腿，这一次的二郎腿还很不一般。圣祖先是翘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二郎腿，然后看了他一眼，忽然放下，紧接着又再次翘了起来。让我想想，圣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在他思绪逐渐飘逸之时，地面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山峰之中裂开一条巨大深渊，仅凭肉眼根本无法估算其深度。所有人立刻后退，尽可能远离这个危险的深渊。我知道圣祖的用意了。快，二长老，立刻带领弟子们跳下深渊，这是圣祖给我们安排的奇遇啊！你还记得上一次圣祖用二郎腿提示我们的事情吗？记得，这个动作对于他老人家而言的确不够优雅，不过能第一时间读懂，这是个暗示的，估计也就读你一份了吧。圣祖上一次是用一只脚指向我，另一只脚指向奸细的位置，这才让我们随之行动，揪出了奸细。这一次，圣祖的另一只脚指向了大长老。什么？如果连大长老都是魔族派来的奸细，那我们苍茫圣地早就完了，根本撑不到圣主复苏，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你想的那样，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也只觉得惊愕，现在想想，圣祖应该是在用大长老代指些什么。本来我有很多个猜测，但都没有确定，所以一直没在你们面前提起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圣祖想让我们干什么了。迪斯派与二长老的目光齐齐投向下方的深渊，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大长老修炼心法更为极端，修炼更加困难，但在同境之中能拥有更强战斗力的心法，甚至拥有越级杀敌的能力，而那个心法的名字就叫做深渊。你是说圣祖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注意深渊，而他之后放下腿就是提醒我们遇到深渊之后可以下去？可我还是有一点不明白，既然圣祖早有发现，为什么他不直接告诉我们呢？这样弯弯绕绕很有意思嘛。既然他想让狄长老你知道，那为什么不找个确保没人偷听的地方，直接将这个情报告诉你？你难道就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吗？圣祖才刚刚复苏，根本就没有去打通渠道，那他是怎么知道未来情报的？对呀，所有人都认为伟大的圣祖大人掌握这些情报是理所应当的。可是魔族首领同样是圣境三重，为什么他不知道呢？自古修炼讲究阴阳二气平衡，有阴必有阳。圣祖的主心法是遮天神功，代表着隐蔽遮掩天机，所以与之相对，圣祖如果想要向更高境界迈进，就必须让体内阴阳二气达到平衡，必须去修炼一个能够探知天机的复心法。这样一来，圣祖同时掌握遮掩天机与探求天机的强大能力。那探求天机之法，如果与遮天神功力量等同，预知未来也不足为奇。像这种类似占卜的能力，占卜者本身得到启示是很容易的，属于预知天机。但如果想要将详细的情报告诉他人，那可就是泄露天机，轻则受到干扰，重则遭受严重反噬。原来如此，这一切都是占卜的代价，但我还是不敢确定，毕竟这深渊看上去可不是什么好惹的地方，一旦我们判断错误，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面前的深渊很明显不是自然出现，而是因为某人触发了机关，这才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也没有谁触碰什么机关。二长老，你猜这机关是谁触发的呢？组成一个探索小队，立马下到深渊进行初步探索。由于不了解情况，二长老并没有让所有人一起进入，也没有直接派遣天境高手。这并不是不信任迪斯派的猜测，而是身为一个长老必要的谨慎。如果不是每位长老都有这样的谨慎，那么圣地根本不可能撑到今天。不知道暗地里圣祖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真正替他分担。该死，什么也做不了啊！老头，你想起来什么事没有？比如藏宝库的位置。我只知道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在我的记忆印象里，它非常重要。但具体有多么重要，里面又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怎么样，年轻人，你有想去探索的想法吗？喂，这种明显坑人一样的话是什么鬼啊？也就是说，危险性未知喽。危险性高不高，对于江聪而言根本无所谓。对于他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反正只要有危险，他就大概率的被秒杀。秘境老者的意识直接出现在江聪的脑海里，就算一开始没有察觉，现在也肯定会知道他只是个凡人。你可得保证我半路上不会暴毙哈！你尽管放心吧。另一边，贺圣尊已经完全和贺宇门的其他人失散，他也不敢贸然在这等级不明的秘境里放开神识找人。算了，手下死了就死了。若是我得到奇遇突破圣境三重，这样的手下要多少有多少。卡瓦罗带着魔族众人进入了秘境，没有贸然直接前往核心区域，而是先带着众位魔族长老弟子开始在外围探索。他猜测人族圣祖必然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核心区域，并不会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外围。他完全可以让魔族包揽整个外围的高级法宝，甚至有机会直接重创人族，哪怕是团灭也并非不可能。卡瓦罗只是不敢直接对江聪出手，不代表江聪不在的时候不敢对其他人族出手，相反，他一直渴求着这样的机会。人族圣祖，之前你动用阴险的伎俩灭我魔族一部分的军队，那今日我便图你人族片甲不留。卡瓦罗心里盘算着，只要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立马返回魔族据点，有几十位天境高手在旁边打掩护，加上明面上的圣境三重实力，对方必然不敢直接打上门来。首领，我们要立即前去伏杀人族吗？不急，人族圣祖那家伙探索核心区域所花的时间必然比我们多，该着急的不是我们。等人族把法宝收集的差不多了，我们再进行统一收割，然后在此之前，我要先拿到整个外围区域最强的法宝。卡瓦罗摊开手掌，上面是一面巴掌大小的暗黑魔镜，周围的长老都认出了这件物品，这是曾经一位魔族圣境三重首领死后所化，而那位首领修炼的心法正好是主探宝类型。这面魔镜可以自动探寻一定范围内最强大法宝的气息，并显露出相应的信息。深渊剑阁，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其中至少有一柄圣境级别的宝剑，也只怕是整个外围区域等级最高的法宝了。哪怕是像魔族这样的大势力，圣境法宝的存货也不会太多，最多也就2位数。所以圣境法宝这玩意儿多一件，那可就是多了一份保障。人族那群弱鸡想必还在满地找宝物，他们的圣祖去了核心区域，没人帮忙的情况下，这群蠢货估计也只能找到一些残次品。不像我们英明的首领早就准备好了对应的法宝，只等进入秘境就能将好宝贝全部收入囊中。可随即，所有人的表情都僵在了脸上，因为他们看见那暗色的画面中，那强大而又神秘的深渊剑阁里，几个一脸欠揍的人族弟子缓缓步入其中。受二长老指挥先一步踏入深渊的几位弟子，本来已经抱有必死的信念，可长达几分钟的黑暗之后，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再加上早有铺垫这是圣祖的安排，几人再无疑虑，当下直接在这里探索了起来。深渊剑阁，听名字好像很牛逼啊！圣祖亲自为我们挑选的地方，难道还能害我们不成？别傻愣着，赶快用事先准备好的方法联络二长老，我们得抓紧时间将这里的东西全部弄走。不过圣祖大人究竟是怎么发现这里有一个剑阁的？在这之前，秘境好像并没有打开过吧？同样的人影，同样的话语显露在了卡瓦罗手中的魔镜前，让周围围观的魔族们都尴尬的没有出声。人族圣祖，他到底提前预料到了多少事情？不仅将主要目光放在核心区域，甚至连外围区域有价值的东西也不想放过吗？首领，我们还继续去深渊剑阁吗？我们去。人族圣祖或许的确针对我们设下了陷阱，但目标不是我，而是你们。没错，这里只是外围区域，是不太重要的区域。人族圣祖就算设下陷阱，也不会涉及到圣境层次。毕竟在他的眼里，首领肯定要参与核心争夺，相对应的布置也会在核心区域，不会放到外围。所以，首领只要亲自出手，就能反向破解对方的计谋，甚至有可能将对方埋伏的队伍全灭。
想到这里，所有魔族都露出兴奋的神色，他们终于有能力扳回一局了。人族这边在前方探索传来安全的情报之后，二长老与迪斯派立马带领剩下的人族成员进入深渊，先后来到深渊剑阁大门口。圣祖当时翘二郎腿传递的应该有3个信号，在最后他老人家放下之后，又再次抬起了腿。如何解读这最后的信号，或许才是我们攻略深渊剑阁的关键。或许我们应该再从圣祖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说罢，迪斯派从怀里掏出一块方形灵石，此乃天境道具联络之石。在一块联络之石上书写的内容会同一时间传递到另一块相对的石头上，让相距很远的两者进行交流。由于大小限制，迪斯派只在石头上刻了4个字：我等已至，表明他们现在在深渊剑阁。可灵石的真气波动却被限制在本身，根本无法向外传递。这片秘境在限制联络。看来不只是我们，连魔族鹤羽门那群家伙也无法在秘境中建立联系。一旦失散，就是真的失散。正这样想着，忽然那真气瞬间突破限制，朝着应有的方向传递而去。圣祖出手了！不愧是圣祖，居然能突破秘境的封锁。他老人家对这片秘境的了解究竟到了何种层次？手机来消息了。穿越而来的江聪依然习惯将手里这块灵石称作手机，突然来的消息让他有些意外。之前已经尝试过多次联络，但都显示没信号。就当做我帮你一个忙吧，我可以勉强控制秘境中的一些事情，但不能太多。每半个小时，我可以帮你接收和传递一次消息，紧接着就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恢复力量。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更多记忆，这个频率一定会增加。这家伙半个小时之内绝对不止传递和接收各一次的机会，无非就是想引诱我帮他去找记忆。我等已至。哦，难道是迪斯派那群家伙成功到了秘境核心的入口，准备来营救我了？江聪立马停下脚步，暂时没了去找那秘密地方的想法，准备等待迪斯派他们的迎接。随后他在灵石上写下了一个字：记。说明我们之前的猜测都是正确的。果然，聪明人之间交流就是这么容易，根本不需要多说，简单的几个字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所有人即刻踏进深渊剑阁。这周围存在的气息是如此的邪异，甚至让我体内的功法都产生了抗拒。这处剑阁简直像是为魔族量身打造的藏宝库，人族的人光进入都会感觉浑身难受。圣祖为何会安排我们到这种地方来？这种地方的法宝就算是得到了，大部分人也完全无法使用啊！倒不如说能够使用的人反而很值得怀疑吧。怀着对圣祖的信任，二长老继续皱眉前行，紧随其上的迪斯派脸色也极为不好看，后方的弟子们更是冷汗直冒。长老，我感觉我们快不行了。不用多说，既然圣祖让我们进，我们就要相信他。一切的怀疑都有可能导致我们自身的利益受损。二长老无比相信圣祖不会害他们，因为这根本不符合逻辑。一开始他是如此的坚信，可随着时间慢慢推移，修为低的弟子们逐渐发生异变，甚至坐在原地难以行动，半个身体都被魔气侵蚀。长老啊，我好难受！这里的每一柄佩剑，每一处地方，无不沾染着森然的魔气，不被侵蚀是根本不可能的，无非就是修为高者被侵蚀的较为缓慢，修为低者会更快被侵蚀。二长老万万没想到后果竟会如此严重，这让他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动摇。继续留在这里，所有人都会被缓慢侵蚀，要么身死，要么堕为魔族。可如果直接离开，又违背了圣祖的命令，万一这因此破坏他老人家的某些谋划怎么办？迪斯派则不断的尝试用灵石联络圣祖，可自那一次尝试之后，再也无法有效的发出信息。圣祖认为那一个字的提示已经够了，可愚昧的我现在真的不清楚该怎么办了。真没想到，这居然是一处魔剑窟！那家伙让你们提前一步进入，我还以为里面藏着对人族有利的法宝呢。真没想到，这居然是一处魔剑窟！那家伙让你们提前一步进入，我还以为里面藏着对人族有利的法宝呢。魔族，他们怎么来了？前被魔气侵蚀，后被魔族堵截。如若不是传递消息的那个人是人族绝对的权威，二长老绝对要怀疑那是个叛徒。圣祖大人，这难道也在您的预料之中吗？可惜呀，可惜！你们的圣祖虽然有点头脑，但他不是神，他既不全知，也不全能。他也许可以看破我下属的行动，但对于我，他无法看破。这一步棋是我赢了。即便是死，我也要咬下你一块肉。无聊的把戏。圣境与天境的差距犹如鸿沟，二长老因为魔气的侵蚀导致实力受损，所以即便卡瓦罗只能动用圣境2重实力，也足以对他形成绝对的压制。也就只是瞬间，卡瓦罗的手上就多出了几把黑色的佩剑。啊，这是你在深渊剑阁里拔出的剑吗？首领，这里的佩剑气息跟我们实在是太相配了。
这里的佩剑至少是天境级别，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配，而且长时间温养在魔器之中，简直是不可多得的适配法宝。可以预想，如果在场魔族人手获得了这样一把剑，那他们的实力必将获得暴涨，在前线战事中将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替我感谢你们圣祖送我一份大礼啊！等等。行动会不会有点太顺利了？人族圣祖真的就没留下一点后手来应对我们的袭击吗？我原以为要费尽心机处理后手，应对反扑，过程会很艰难，可现在胜利似乎太轻松了。难道人族圣祖真把全部心思放在核心区域，一点不管外围的人？这怎么可能？绝不可能！卡瓦罗正准备挥剑的手猛然停在半空中，警惕地四下张望，甚至一瞬间将从二长老那里掠夺来的其他法宝全部震出。这其实是无意义的举动，哪怕是陷阱法宝，不主动催动，也不可能自主爆炸。我属实警惕过头了。当卡瓦罗怎么找也找不出不对劲的地方时，他决定还是先斩杀面前的敌人。魔气灌入，原本就森然的魔剑更是多沾染了一抹紫黑色，显得极为妖异。4个字依次从剑柄位置延伸至剑尖。深渊斩魔。等等，斩什么？为何这明显是魔剑一样的东西，上面会铭刻着斩魔者等字样？这难道不是倒反天罡吗？卡瓦罗瞬间有股不好的预感，他首先运转大量魔气护住自己的身躯，随即用更多的力量压制手中的佩剑，一股浩然正气自剑上爆发，冲破外壳的魔气包裹。这一刻难受的瞬间变成了持剑者卡瓦罗，整个深渊剑阁中的剑似乎受到了共鸣，纷纷爆发出同样的气息，所有魔族手中的剑瞬间反射了他们的主人。果然有后手，一切果然如我预料的一般。人族圣祖并不是傻子，不会将手下的人派来送死，但以我目前剩余的力量，足够杀光你们这群在场的人族。去死吧！去死吧！卡瓦罗愤然挥出手中的剑气，以森然的魔气包裹着抗衡的正气，扫荡向面前的二长老。就在这时，气势丝毫不弱于他的另一道剑气从深渊的深处大，正气与魔气的交锋引发了强烈的爆炸。人族圣祖不对，如果真的是人族圣祖到此，不应该与我打成平手，应该直接压过我一头才对。下一刻，卡瓦罗只觉光芒流出，自身竟然被剑阁整个排斥了出去，连带周围的魔族也是同一个待遇。大部分的魔族被正气轻然反噬，几乎不存在毫发无伤的人，重伤乃至死亡者都并不罕见。该死，又被摆了一道。深渊剑阁内部，二长老好不容易才重新站起，看着飘荡而出的老者虚影，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隐士，我乃此地守剑人，距离我上次看见活人已经是38000年的时间了。这里埋葬着那场人魔大战的碎片，埋葬在这里的每一柄佩剑都至少杀死过1000名魔族，以至于魔气凝结在表面，根本无法散去。众人这才有所明悟，原来在38000年前也有一场旷世的人魔大战。守剑人前辈，我们的弟子全部被这些魔气侵染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们？让他们各自挑选一把佩剑，炼制为新的本命法宝，用内涵的正气洗刷魔气，痊愈只是时间问题。能够看到我人族还有人能够踏入这里，我很高兴，所以我帮你们驱逐了这里的魔族。我其实有点意外，你们是怎么发现这里的？又是怎么下定决心踏入这里的？我们的勇气来自于背后睿智的圣祖。我们的勇气来自于背后睿智的圣祖，打开深渊和让我们进入的都是圣祖。你们的圣祖是什么等级？圣境3重。虽然圣祖他老人家从来没承认过，但绝不可能比这更低。这不可能，圣境3重，哪怕是精通占卜之术，或者拥有对应的圣境法宝，也最多看到这里的表象。也就是说，你们的圣祖最多看到这里有森然的魔气存在。看到这种景象的他，怎么可能还让你们主动进入这里？这的确有些问题，可圣祖那无比坚定的禁字，充分说明了他老人家对此早有预料。他算到了其中的奥妙，算到了魔气之下隐藏的浩然正气，算到了这里有守剑人会对人族提供帮助。难道我们对圣祖大人的实力判断一直有误？仔细想想，圣境3重这个结论也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或许这位恐怖的存在，修为早已跨过那最大的门槛，他老人家是圣境4重。你们似乎对你们的首领还不太了解，而且好像对修炼体系也不是太了解。准确来说，没有所谓圣境4重的说法，圣境4重为圣途境，哪怕在我们当时的时代，这样的高手也极为罕见，几乎是飞升之下的顶尖战力。按您的意思，我们的圣祖极有可能是圣徒级强者，这在当前位面几乎是无敌的存在啊！
伟大的圣祖大人绝对是圣徒级别强者，只是他老人家这么强大，为什么不直接平推魔族，还要玩这些小计谋呢？下次见到圣祖之后，一定要好好询问一下。没想到这个时代的人族仍然有圣徒级别高手存在，只可惜这个级别距离飞升仍然有很大一段距离。行了，说正事儿，所有人都给我听好，在深渊剑阁内部藏着我们留下的最强法宝，那被我们称为救世之剑。传闻在人族即将灭绝之时，会有一位天选之人拔出救世之剑，带领人族再度走向辉煌。可惜从我们发现这柄剑开始，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拔出它。我们历代英明的首领进行过无数次尝试，甚至有曾经的飞升者也尝试过，可依然无法拔出啊！请联络你们的圣祖，我想只有他有资格拔出这柄剑。应该来说，我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哪怕没有希望，也至少要试上一试。是不是有人在说我坏话？还是这秘境核心太阴森了？痛，太痛了！明明那群家伙跟我说我等已至，可我现在重新回到秘境核心的入口，却连个鬼影子都见不到。那群家伙不是到了吗？不是来迎接我了吗？人呢？人呢？人呢？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秘境核心被什么东西封锁了，像秘境大门一样的阻隔？正因为这种封锁的力量太强，所以迪斯派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办法打进核心区域来救我。先等半个小时，看看他们下一次会传递什么情报过来。江聪正想着，临时再次传来一条简短的情报：一切如您预料，等您归来。什么鬼？如我所料，我又料到了什么？江聪唯一能想象到的就是秘境的封锁，而这群人想表达的意思是，正如您所预料，我们被秘境封锁挡在外面了，等您归来。联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我们实在进不来了，还是您老自己出来吧，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坑爹啊！我要是能自己出来，还用得着你们吗？恭喜宿主完成又一阶段任务，破坏魔族的夺宝行动，让魔族彻底放弃深渊剑阁计划。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幸运护符，灌入真气即可激发，进入半小时的幸运状态，期间你会非常幸运，但持续时间结束后，你会获得半小时的霉运效果。请相信，之前你有多么幸运，现在就会有多么倒霉。你无法主动丢弃幸运护符。还好，只要灌入真气就能触发，但护符只能提供幸运效果，没有任何战力加成。而我现在的敌人，随便挑一个也是圣境往上走吧。凡人和圣境之间的战力差距，真的是一点幸运属性就能弥补的吗？更何况使用之后还有同样半小时的厄运效果。算了算了，先收起来吧，总有一天有点用。江聪立马利用临时进行回信，直接讲明他现在无法离开秘境核心，希望众人能想想进来的办法。圣祖回信了。圣祖在忙核心的事情，暂时无法离开，这也怪我们，只是外围探索这点小事，竟然还要劳烦他老人家出手。我们按照圣祖所说，先自行探索深渊剑阁的最深处，找到其他宝物。在圣祖出来之前，绝对不能去秘境核心打扰他。是。手剑人只觉对方这位圣祖实在是太高傲，冷哼了一声，继续带领人族众人前往剑阁最深处。洞悉天涯沦落啦，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许无必在阳光之下，不会令你。身旁微风刮过，江聪略微一转头，只见一道人影半跪在旁，恭敬拱手，拜见前辈。原来是你啊！是的。怎么进来了个最弱的？迪斯派他们一番尝试，就只送了这家伙进来？还是说，正因为这家伙是最弱的，所以才能被送进来？你知道怎么离开核心吗？怎么离开核心？还能怎么离开？当然是走出去啊！难道强者都是怪人吗？可就在宋离即将站起的瞬间，他忽然脸色一变，就像是想到了什么。难道前辈是在提醒我？宋离立马3步并作2步，迅速接近秘境核心的边缘。只见这里的确被一堵石墙挡住，杂乱的灵草从墙缝中长出。我之前从这里进来的时候，明明还没有这堵墙。宋离右拳紧握，一拳轰出，浑身的力道却如同冲入海洋的河水，瞬间被石墙吸收了个干净。这怎么可能？我可是圣宗5品修为，刚才同样的攻击，若是打在苍茫圣地的中心，足以毁灭整个圣地，能够完全吸收我的全力攻击。这堵石墙的防御力至少在圣宗2品往上。对啊，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出去，就匆忙的进入了这里。这是前辈在点醒我太鲁莽了。我想到面前这家伙会很弱，可没想到会弱到这种层次，连块石头都打不爆。这哪是什么人境小弟子啊，根本就是还没有完全踏入修炼界的半吊子神棍吧？去凡人界找点武术宗师，估计都比他厉害。唯一值得夸奖的就是防御力还不错，至少打石头没有嗷嗷叫。看来迪斯派的人一时半会儿是真的进不来了，我得自己想办法出去才行。没想到在下界都能遇见生死危机，这还真是卧了个槽了。前辈，您知道怎么离开这里吗？
对啊，这种事情还需要问吗？前辈肯定知道怎么出去啊，只是人家现在根本不需要出去。前辈，我能跟着你一起行动吗？这是想要抱大腿了，只可惜我自身都难保，真要是遇到危险，可没多余的力气救这家伙。你爱跟上来就跟上来吧，反正我也赶不走你。谢前辈，我们现在就开始探索核心区域吗？探索核心区域？你一个半吊子修仙者就想着探索核心区域，这是嫌命活得太长了。果然，这就是所谓又菜又爱玩，哪怕修炼者也有这个奇怪的癖好。这家伙的话倒是给了我一点灵感，如果怎么也找不到离开核心区域的方法，或许可以尝试更深入一点，也许能发现某些机关。有脑海中那个神秘的老头，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就让我嗝屁，大不了遇见什么问题再折返回来呗。啊，你跟紧我就行，千万不要自己乱跑，这里面的危险不是你这个层次的修炼者能解决的。果然，这个秘境的危险程度已经远超圣宗级。江聪随即双手背于身后，朝着更深处缓缓走去。那个方向正是之前老头所说的神秘之地。等路过那略有些破旧的控制台时，宋离不免瞧上一眼，瞬间感觉其中的灵气向外延伸，遍布整个秘境。这是连接整个秘境外围区域机关的控制台，也就是说，前辈之前一直坐在这里，操纵着整个外围区域的局势。难怪之前看见其他势力的人都如此狼狈，经常中各种机关的招。果然是前辈在暗中推演着一切。我能顺利到达核心之地，路上没遇到什么机关，之前还以为是我自己的本领，现在想想，或许是前辈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吧。也不知道师傅在哪里认识这么一位恐怖的前辈，我感觉面前这一位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比他老人家还高上几分啊！在江聪的带领下，两人一路朝更核心的区域走去。几分钟之后，一个狼狈的身影越过核心的边界，歪歪扭扭地走进两人刚才所在的地方。这人正是贺圣尊，他一路上不断碰到各种机关，哪怕是圣境也受了不小的伤害。因为中招的过于频繁，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沾染上了什么脏东西，以至于受到了某种诅咒。人族圣祖果然在此。贺圣尊无故重伤，强行催动最后的力，化作一道流光，抢先冲向大殿。前辈，有人！完了，是那个贺什么门的圣境，司马当活马医了。电光石火间，江聪抛出系统奖励的幸运护符，急忙用引灵之法从衣衫中勾出一丝微弱真气，灌入怀中护符。刹那间，一股难以言喻的玄妙感觉笼罩在他身上。只见抢先一步触碰到殿门的贺圣尊脚下的古老石板突然毫无征兆的塌陷，露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坑洞中并非陷阱，而是喷涌出一股精纯至极却狂暴无比的远古灵力，正好将贺圣尊全身包裹。不，这是什么？贺圣尊体内的功法与这远古灵力属性截然相反，二者相遇，竟在他体内引发剧烈冲突。他那依靠秘法仅存的最后一次复活机会，在这股纯粹能量的冲刷与内部崩坏下，如风中寒烛般熄灭。贺圣尊只来得及发出半声短促的惨叫，身躯便在这灵力流中如沙堡般瓦解，神魂俱灭，只剩几片焦黑的羽毛飘落。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这是秘境自身的防御，还是？难道是前辈早已算准此地灵力属性与贺圣尊功法相克，算准了他每一步，甚至算准了石板坍塌的时机？这是何等恐怖的预知与掌控！这玩意儿真有用！年轻人，我感觉到这里很熟悉，大殿里有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大哥，幸运时间还有，趁现在！就在两人即将踏入殿门的刹那，整个秘境核心区域轻轻一震，并非攻击，而是一种古老的共鸣。江聪怀中那枚来自上界聚会的八卦力，以及他之前胡乱按动过的秘境控制台方向，同时传来微弱的反馈波动。圣祖来信了。暂安，勿念。狄长老，圣祖他……圣祖所为皆有深意，或许很快他便不再只是归来，而是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与我们相遇。